穿越后，我发现汉语竟是这个世界的上古禁咒，只要用普通话说出来，就能够成功施法。一个100岁老者仅是说了一个字：雷。雨。这不就是普通话吗？让我也试试。操！小生，你刚才念的是什么上古禁咒？禁咒？什么禁咒？我只是随口说个了字而已啊！随口一说，老夫修炼900余年，参透的上古经文不过几十个，而你只要张口就能施展。铭文？您说的是汉字吗？你竟然知道汉字？那可是传说中早已失传的典籍。小伙子，我瞧你资质不凡，骨骼惊奇，不如就拜入我宗门下如何？今日恰逢入门考核，老夫带你前去。老先生，那如果我说不去，你会放我走吗？少废话，老夫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征求你的意见。随我去永恒山。永恒宗作为恒古大陆最古老的宗门，拜入此门是修仙者莫大的荣幸。今年的考核内容与往年相同，念出神灵在长生钟上留下的神文，即可以敲响长生钟。敲响长生钟的人，便可以拜入永恒宗门下。长生钟共10响，1响可拜入宗门为普通弟子，2响为拜师弟子，3响为内阁弟子，4响为内阁首辅弟子，5响为7大长老弟子，6响为至高尊者真传弟子，7响可直接成为永恒宗的长老。至于8响、9响罢了。每5年开山授一次徒，50年来都没有超过6响的奇才了。神文不是那么好念出来的。哎，兄弟，这考核官为什么不说长生钟响10声会封什么弟子啊？你别逗我笑了，能让长生钟响10声的，除了成神的修炼者之外，就只有现任永恒宗宗主了。我估计你连1响都念不出来吧？10响就能成为宗主，这么简单？这对于身为穿越者的我，不是手到擒来吗？是时候给你们带来一点小小的震撼了。现在我宣布，考核正式开始。三长老，这回的参考者质量看来也不太理想。无妨，我宗5年一次开山，只收有缘之辈，剩下的就随缘吧。唉，这10年来的2次考核，更是连5响的都没有了。来，有请下一位参考者千秋上前。岐山考官，我名千秋，前来参加入宗考核。开始吧。我是不是眼瞎了？这不就是坤字吗？坤，家豪，连续念出2道神文，这小子的反应速度居然这么快！我超威，我的刀盾。三长老，此子居然一口气读出了4句神文，是今年的第1个4响弟子啊！内阁终于算是又新添一员新人了。就算是内阁弟子读起这长生钟前4响神文都要犹豫几秒，此子却是毫无停留。不过看样子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康神开播，真的假的？6响，6响，这可是整整6响啊！这难道是来自永恒宗宗主的窥视吗？小伙子，难道能看懂神文？你念出长生钟上面的神文的时候不假思索，你怕不是早就认识他们了吧？神文，这不就是汉语吗？最开始吉祥是最普通的小黑子，往后极限变成耿小鬼罢了。这也能算是神文？小生，莫非你从前学习过神文？不行，自己穿越这件事绝对不能暴露出来。没有啊，我就是认识几个字罢了。那你怎会？罢了，或许是天赋异禀之子。我说几个神文，你试着对我复述一下。老先生，您稍等下，我还能再念几响呢。什么？
考核还没完成。咕咕嘎嘎，比比拉布。已经8响了，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怪物啊？在我眼里，这些只不过是简单的汉语罢了。我是奶龙。9响，这可是整整9响啊！妖孽，此子到底是何方妖孽呀？到底是何人在惊扰老夫？菩提老儿，无极老祖，你俩咋也醒了？吾闻长生9响，这必定是考核时出现了神子，此子必须拜入我菩提麾下。苍穹上的窥视，是3位老祖们投过来的神念，没想到连沉睡了2.5坤年的他们都苏醒了。啊！什么情况？长生钟怎会9响？第5声时我便有些震惊，短短几秒又听见第6响、第7响，本以为7响已是极限，直到听到第8响和第9响，这还是人类吗？大长老，是他，就是他！此子1分钟敲响了长生钟9次，恐怕宗门那老家伙都被惊动了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贵族的少爷，或者是哪个帮派的弟子？弟子名并非贵族子弟，也不是某帮派之人，我只是一介平民罢了。这9响真要是你敲的，在我面前还真不能称弟子，不然3位老祖不得灭了我。既然你能让长生钟9响，想必对神文有所研究。要知道，在横古大陆上，最强的仙术便是神文所发动的。只要掌握的神文越多，实力就越强。接下来我说几句神文，你试着复述一遍。珠光莲花。珠光莲花。这不可能！那可是大长老的女火，他怎么可能也会？复述神文并不难，可完整复刻术式结构，绝非寻常天赋。我就不信你这个也会。飓风。既然是普通话，那我能不能加词？超级飓风！错了，他跟大长老说的神文完全不一样。我就知道，果然之前只是运气好罢了。凌长老，你快退下吧，莫要在此丢脸了。千秋，你天赋异禀，让长生钟9响。按照宗规，你由宗主亲自教导，并立为宗内神子。但宗主尚未到来，你需要先经过长老阁和至高尊者的考验，只有坐实身份，才能真正成为神子。小生，你现在的修为已经到什么境界了？境界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搞笑的吧？他居然连修为境界都不知道。那他到底是怎么读出神文的啊？不会是有系统吧？不懂修为还能敲响9次，该不会是邪魔殿的人吧？好了，不要喧哗。修为境界是修士等级的划分，从低到高是止水境、天人境、永生境、不破境、轮回境、虚空境、苍穹境、圣境、帝王境。所以，你现在到底是哪个境界？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境界，有什么方法能辅助判断吗？这需要你懂一句神文，对你来说应该没有难度。聚气。飓
聚气。什么？我还以为多厉害呢，原来就这啊！才止水境，还不如我家的王才呢。他好歹也是天人境。纵使他的天赋再强，可修为却如此微微，终是难以承载神纹的真正威力。就这，我还以为自己要无敌了呢，没想到只会读汉语，没有修为。等等，既然汉语可以在这个世界言出法坠，那岂不是升级修为？升级修为！什么？短短数秒就突破了一个大境界，超标！超标啊！这系统是个轮椅英雄啊！快速升级修为！升级修为 Pro Max！ 这几句神文是什么意思？本尊竟然理解不了它的含义。师傅别念了，再念就超过我的修为了。短短1分钟就追平了我修炼近100年的进度，这不是数值怪是什么？这好像是虚空境的鲜艳颜色。原地晋升境界，还是连升5次？什么？竟然连天道境界都能轻易更改！快看天上，那是永恒宗的3位老祖。年轻人，听闻你是长生宗九响，被立为永恒宗神子，可愿拜我无极剑圣为师？无极剑圣，这不是我原先世界某个爆火游戏里的英雄吗？别听那无极老儿的，他只是剑耍的厉害些罢了。你拜我菩提法圣为师，我可以教你修炼长生功，大成之后，即使肉身消散，依旧能依靠元神存活。菩提，你脸皮未免太厚了些。长生功，试问咱们3个谁不会？还需要你去教？小生，你叫千秋是吧？我是虚坤龙圣，你若拜我为师，只需要练习2年半，便可以习得御龙之术。若是想收复虚空星界里的星界龙为你的坐骑，不在话下。虚坤，练习2年半，哎呦，你干嘛，小黑子？这何等场面！3大老祖居然争先恐后要收他为徒。虚坤老儿，你那御龙之术纯花拳绣腿，如何配教神子？哼，那也总比有些只会耍剑的老东西强。聒噪！神子悟性通天，自然该学本座的长生秘技。行了，咱们3个也别争了，还是问问神子的意愿吧。这3位老祖都是永恒宗战力天花板，拜谁为师都不亏啊。可若是只拜其中1位，必然会让剩下2位失望。弟子千秋，不知该如何选择，不如3位老祖同时让弟子拜入魂下。这小子真是不知好歹，永恒宗建宗以来，还没出过哪个弟子拜多位师傅的例子。狂妄，太狂妄了！要知道3位老祖向来不和，他竟然还敢说出这种荒唐话，恐怕这小子是要被取消神子的资格了。小生，那就按你说的来。什么？弟子千秋，拜见3位师尊。你刚加入宗门，先和长老阁的人交接一下入宗必要流程。明天一早来后山圣地找我们3个老家伙就行。弟子遵旨。我真无敌了吧？想要升级还不是随口一句话的事儿。以我万脚文的阅读经验来看，我定能在这个修仙世界混得风生水起。白尊者，请问我现在需要进行什么流程，才能算真正加入了宗门？不必行礼，神子，你的入宗流程已经不是我能决定的了。宗主，这需要是请示宗主。是的，除了3大老祖和宗主之外，长老阁和我们至高尊者都要对你行尊礼。这入宗流程自然需要宗主来决定。那宗主在哪儿？本宗在此。这也太帅了！等今天过后，一定要习得这个仙术，下次用来装。宗主居然是女的。我叫池小雅，是永恒宗的现任宗主。弟子千秋，拜见宗主。
第6声长生钟时，他明明还是最低级的止水境，可这之后仅凭一句神文，竟瞬间晋升到了虚空境。从止水境到虚空境，少说也要数10年，他却只靠一句神文，在1分钟之内达到了。千秋是吧？你的入宗流程很简单，只要把你刚才让自己瞬间晋升的神文告诉我，便可加入永恒宗。这哪里是入宗流程，这分明是抢劫啊！这宗主，这神文难道你们不会吗？说实话，宗内的确有这样的神文，但从来没有能像你这样连续晋升5次境界的神文。原来这个世界的人只是把汉语当功法，并不理解意思。反正我言出法随，4个字换来加入宗门的机会，不亏。好吧，我刚才说的神文是升级修为，你能复述出来吗？幽为，果然，他们连听到都复述不出来。他的境界没有我高，魂力也不可能高过我，为什么他能说出这么高级的神文？这句神文你待会儿且随我进入宗内写下来。你现在已经成为永恒宗弟子，并且封为永恒神子的身份。弟子千秋，遵命。钟9响，立神子。除3位老祖与宗主之外，所有宗内尊者、长老、弟子见到神子一律要半跪行礼。遵循宗主命令。连大长老都不能随便进来的正殿，我居然能直接进，太有排面了。宗主，3位老祖，哦不，我的3位师父住在何处？我要去哪里找他们？不急，作为神子，你需要先了解关于永恒宗太多的规矩与责任。宗主请讲。3位老祖作为你的师父，只负责传授于你修炼之道与仙术，而关于宗内的历史与对宗外的社交，则由我来教你。拜了3个老祖为师，这个美女宗主也要当我老师，这也太爽了吧！敢问宗主是何修为境界？圣境。圣境？宗主你也是圣境，可我师父他们才圣境而已。你如果也是圣境的话，那岂不是和3位老祖平起平坐了？3位老祖虽与我同是圣境，但修炼者的强弱不单单只看修为境界，更要结合魂力。魂力分为白魂、月魂、魁魂、煞魂、仙魂，魂力的修炼更加困难，普通强者的极限只是月魂罢了。而3位老祖已经达到了魁魂的程度。除了修为境界之外，还分魂力等级，看来得找个没人的时间，试着用汉语说升级魂力了。你最好不要像晋升修为那样，用高级神文直接提升魂力。想要使魂力提升，必须有强大的体质，没有炼体是承受不住强大魂力的，很容易爆体而亡。炼体？这些3位老祖都会传授给你，用不到我多嘴。罢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便要跟3位老祖学习了。这就是高境界者的仙术吗？不知此子是否能让我宗度过这趟千年一遇的天灾？其他大宗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准备了，可永恒宗这些年弟子太过普通，希望这个神子可以代表永恒宗参战吧。来，神子，由我带你去宗门为你安排的住处。神子，今晚你便住在这里。哇，这么多学习资料，看来晚上可以好好补课了。10倍阅读，10倍阅读。这种知识疯狂涌入大脑的感觉也太爽了！修为、魂力、体质、神文、宗门格局。看完了，已经基本了解这个修仙世界了。虚坤老师说过，虚空星界里有星界龙，跟他学1坤年才能抓坐骑，这也太久了，我不想等，我现在就要去。以虚空为境，以星界为门，开通往虚空星界之路。什么情况？这不安的感觉，是谁在宗内打开了通往虚空星界的虚空门？不可能，宗内除了咱们3个老家伙能打开虚空星界，就连池丫头也无法打开。莫不是有外宗圣境强者入侵？
什么？是谁打开了虚空门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过去看看。想必三位老祖也感应到了吧？飞行。坏了！定然是神子先前敲响长生钟9次，让虚空星界里的虚空圣者注意到了他。怪咱们3个大意了。明知道长生钟是上古神奇留下的神器，9响等于触发神器，却没及时为这里设下结界。石丫头，你现在去找至高尊者，和他们一起打开护宗大阵。我们3个要进一趟虚空星界，神子绝不能就此陨落。放心，池丫头，外宗那些人不会知道我们进了虚空星界。这里就是虚空星界吗？还挺漂亮的嘛。漂浮，自动向前漂浮。书上说这里有星界龙，应该很快能找到吧。是何人惊扰本地修行？自称本地，难道他已经到达了帝王境？我是来寻找星界龙的，敢问前辈，这虚空星界之内何处能找到星界龙？你坏了，你的修为境界只有虚空境，你是如何进入这虚空星界的？当然读了进入虚空星界的神文啊，不然还能怎么进来？这地方你不该进来的，你要寻找星界龙做甚？当我的坐骑。凡人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话？星界龙岂是你这等境界的修炼者可以存育的？无知，真是无知！趁本帝今天心情好，快点离开这里！徒儿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这个是徒儿刚打开了虚空星界的门，进去之后没多久，便被一位自称帝王境的强者赶了出来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虚空门是你打开的？是啊，念句咒就打开了。房间里的书籍里有记载打开虚空星界的神文。徒儿，你当真能读懂那神文？是啊，而且宗内典籍记录的神文，我基本上都会。虚坤老儿，菩提老儿，我们永恒宗出了一位千年难遇的天才呀！永恒宗有救了！虚空大帝，他的气息怎会出现在永恒山？徒儿，为师与你另外2个师傅商议，一人教导你3天。弟子遵循菩提师傅安排。小生，你对神文的天赋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不过在修炼者之中，熟识神文是远远不够的。毕竟神文只是发动仙术罢了，硬实力还是在于你的修为境界、魂力和体质，这是成为强者的关键。作为神子，至少需要一具仙体，才配得上你的身份，也方便你以后的修炼。师傅，那这仙体该如何修炼？这仙体需要一具达到苍穹境的修炼者躯体，吸收他的修为，方可成为仙体。苍穹境，不必担心。作为神子，这苍穹境的修炼者躯体自然有强者去狩猎，你只管修炼就好。好了，这3天你先修炼，正常需要花5、6年时间，但以你的悟性，3日必须修炼到3以上，半年必须悟透，这才不枉神子的身份。这也不是很难啊，为什么师傅会觉得我3天才能修炼到3成？可乐、雷碧、冰绿茶、泡面、巧克力冰淇淋、薯片、辣条，不是言出法随吗？东西呢？难道是失灵了？玉剑啊，不对啊，这也没失灵啊。原来并不是神文失灵了，而是这件东西可是世界并不存在。看来只有这个世界存在的东西，用神文说出来才会出现。但是，要怎么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呢？
理解、渗透、顿悟。什么？他已经悟透了？妖孽，真是妖孽啊！看来他极有可能成为永恒宗除了那个男人之外的第一个帝王境强者。地报千星。嫡袭，所有尊者开启护宗大阵。这是什么妖术？夜空中的巨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先不要考虑那个，快通知宗主，必须马上开启护宗大阵。不，这应该不是嫡袭。聚气是强大了些，但聚气之人的魂力显然很弱，我看只有普通白魂的等级罢了。宗主，如果这不是嫡袭，那会是何人敢在正殿上方如此嚣张的释放仙术？万象天意。五位尊者，你们速速开启防御屏障。这仙术虽然诡异，但威力不大，你们可以抵挡得住。我去就回。既然宗主说我们可以挡住，那我们就使出全力。众尊者听命，开启五芒防御阵。聚气！这半夜里是谁在宗内聚气仙术？池丫头怎么管教的弟子？不对劲，我感受到了至高尊者开启了五芒防御阵，难道是外宗的人夜袭？平时就算有外宗的人来骚扰，按理说咱们圣境修炼者也不该出手，但咱们的神子还在宗内，万万不能让他受了侵扰。走吧，让我看看究竟是哪个狂妄的家伙竟敢夜袭永恒宗。池丫头，是哪个不长眼的宗门夜袭？不是外宗嫡袭，我怀疑这是神子干的。地报天星，万象天运。这是神文。他在睡觉的时候还在说神文，外面的异象真的是他引起的。老夫从未见过能轻松到把神文当梦印的修炼者。若不是千秋他没有特殊的体质，我真觉得他是某位上古先帝的转世了。不灭我永恒宗啊！我无极剑圣何德何能可以收这样一个天才为徒？徒儿，你快点醒醒！三位师傅，还有宗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还没天亮呢。我的好徒儿，你再不醒，这永恒宗都要被你给拆了。什么？我要把永恒宗拆了？这不是我原世界某个 BOSS 的技能吗？难道是我睡觉的时候不小心说出来了？烧！徒儿，以后你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紧闭住你的口，以免再引起这样的乌龙。好吧，师傅，我知道了。你说的梦魇神文我们都不懂，徒儿，这神文是从何处学得？哎呀，其实这些是我自己创造的。三位师傅，你们若是不信的话，徒儿还可以再创造几句师傅们听不懂的神文来。这就不必了，徒儿。如果这真的是你创造出来的，你真的有可能是某个上古神力的转世。不过切记，这仙术万万不可轻易使用。若不是你魂力暂时很弱，这强大的仙术必将引出大祸。等日后你的魂力强大了之后，再去使用这仙术。徒弟铭记无极师问的话。好了，休息一会儿，你就该起床修炼了。菩提师傅教授给你的功法，一定要尽快修炼啊！无极老二，恐怕今天得由你来给咱们儿上课了。哦，这是为何？咱们三人不是约定好，咱们三人轮流教导，一人教导他3天吗？禀告无极师傅，菩提师傅传授给我修炼体质的功法，徒儿昨日已彻底悟透，修炼大成了。不愧是天纵之才。宗主，您还有事找我吗？之前忘了告诉你，我也有2位徒弟，他们明天就从外历练结束回到宗门了。往后的日子，你和他们多交流交流。3位老祖寿命已经接近极限，除了传授给你功法的时候，他们都必须在仙洞里休眠。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我的2位徒弟。好的，宗主，我明白了。知道了还不回去？作为宗门神子，只穿一条遮羞裤，成何体统？修为境界十分缥缈，隐隐有倒退对境界的风险。看来从止水境一口气晋升到轮回境，根基果然是不稳啊！唉，
看来靠着外挂升级真是不可取啊！日后还是得踏踏实实修炼，努力晋升，巩固修为境界，巩固修为境界。无极师傅，早上好。啊！这就是无极剑圣的剑气，太恐怖了！千秋，为师将传授给你我的毕生所学，用剑用到最高境界，便是将剑藏于心。当然，想要修炼好刀剑，前提是有一柄好剑。此剑叫做黑啸，是剑宗第一剑将打造出来的。当年我等与剑宗交好，剑宗便赠予了我。不过今日，我便把它赠予你了。往后你踏出永恒宗，若有机遇寻得传说中的神器作为武器，成为新的剑豪，指日可待。铭记教诲，弟子谢过无极师傅。飞升御雷诀，圣境以下的修炼者几乎无法修炼。不过徒儿你的话，天赋异禀，定然能在轮回境悟出其中一些奥秘。刀剑这东西和神文不一样，看来会说再多汉语，也不能直接让我会用剑。加倍修炼，果然有效。虽然我在修炼者里资质普通，可我精通神文，几乎弥补了所有短板。在这个世界，抓住神文，便等于找到了成神之路。如果能修炼到帝王境，或许就有方法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修炼剑法需要强大的魂力支撑，你的魂力是你的短板，没有强大的魂力，根本发挥不出这御雷诀的全部力量。无极师傅，那魂力该如何修炼？白魂、月魂、烈魂、魁魂、煞魂、仙魂，你的魂力目前处于最低级白魂。想要修炼魂力，有2个途径：一是靠大量战斗，二是进入宗门魂塔。罢了，这飞升御雷诀暂时放一放，你先去提升魂力。敢问师傅，您的魂力现在是何等级？魁魂。无极师傅这样的强者，魂力也才魁魂，看来只有修为、体质、魂力3者皆修，才是真正强者。师兄，听说菩提老祖他们从休眠中苏醒，3个老祖共同收了1个徒弟。共同收徒？这怎么可能？听内国弟子说，前2天开宗收徒时，此人连续敲响了长生钟9次，当场就被师父和老祖们立为了神子呢。是吗？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你是谁的弟子？竟敢擅闯永恒宗正殿！宗主不是说正殿只有至高尊者能进来吗？那这2个人是谁？我是菩提老祖、无极老祖、虚坤老祖的徒弟。这正殿除了至高尊者和宗主之外，我也被赋予了进入正殿的特权。天哪，你就是那个神子！这家伙居然是苍穹境！不是，师兄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刚才已经用意念扫视过他了，凡体白魂而已，无非是修为境界高了些，是虚空境。就他这样的资质，绝不可能是神子。你到底是何人？擅闯正殿，冒充神子，这可是死罪！哼！关羽，烛光莲花！哼！雕虫小技，自以为会几句神文就狂妄至极。此人仙术运用和魂力都在我之上，正常打的话，对我肯定是降维打击。想跑？这正殿岂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万象天银！什么？这是开启了位界的仙术？以他的修为境界和魂力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神子，快收起仙术！
神子千秋参见宗主。神子，你为何要动用三位牢禁止你使用的仙术来伤害我的徒弟？难道他就是宗主的徒弟？禀告宗主，是他说我冒充神子擅闯神殿，一言不合便直接向我发动仙术。真的假的？左南，神子说的话属实吗？左南，你拜入我麾下的第一天，我便告诉你，莫要心高气傲。你怕不是看出来神子修为境界和魂力地下，所以故意与之动手。徒儿是觉得这样的资质不可能被立为神子，所以徒儿觉得他是冒充神子，我才……这就是正殿直接对神子发动仙术的理由吗？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三位老祖立下的神子，岂是你能质疑的？神子，如何处置左南，由你决定。在宗内，除了三位老祖，任何弟子都不能对你发动仙术，他已经触犯了宗规。算了算了，他不知道我是神子，也怪不得他。还好宗主您及时出手，不然我那仙术恐怕已经重伤于他了。气不盛，心不满，财不露。很好很好，不愧是神子。徒儿多谢宗主夸奖。虚伪，刚才明明对我下了死手，现在又装得宽宏大量。你来正殿有何事？这会儿不应该是你修炼的时间吗？无极师傅说我魂力太弱，暂时不适合继续修炼功法，他让我先去魂塔提升魂力。我原本打算来正殿寻找宗主您，但是就碰到……左南、雨儿，你们历练归来，正好需要测试一下魂力。你们俩带着神子去魂塔吧。神子，你真的只是轮回镜和白魂吗？你到底是怎么读懂长生钟上的神文，让长生钟响了9声的？也许是天赋吧。天赋？你和小雨说天赋？他13岁便步入不破境，又用了5年修炼到如今的苍穹境。18岁就达到苍穹境了。放眼整个恒古大陆，18岁的苍穹境修炼者都寥寥无几，你居然敢在小雨面前说天赋？是。他的天赋的确恐怖，可这是他的天赋，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好像18岁苍穹境的人是你一样？虽然你也是苍穹境，但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你已经25岁了吧？25岁又怎样？你呢？区虚空境在叫嚣什么？你的魂力只有白魂，还不如大部分不破境修炼者呢。师兄，你别这样，师父知道你对神子言语不敬，是要责罚你的。乐乐，我1分钟就能从止水境升到虚空境，随便降维打击你好吧？神子，你可别生我师兄的气。左南就是这样的人，虽然嘴上总是不饶人，但其实心地还是很善良的。没事儿，我没生他气。你不用一口一个和神子的叫我，那样怪别扭的。你叫我名字就行了。那你叫我小雨吧，千秋。这会不会太亲近了一些？我听说你在考核时还是止水境，仅仅用了1道神文就立即晋升到了虚空境，这是真的假的？当然。所以说我的天赋在你面前果然还是不值一提呀。18年没怎么和女生说过话，真是顶不住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魂塔吗？你见识，连魂塔都没见过。魂塔也分3个等级：10米塔、100米塔、1000米塔。一般小宗门都是10米塔，只有强大的大宗门才有100米塔。恒古大陆唯一一座1000米塔是在天神殿里。天神殿，那又是怎样一个组织？快看，是沐雨师姐和左南师兄，沐雨师姐又变漂亮了。听说他们暂时不晋升修为，正在冲击猎魂。沐雨师姐旁边那小子是谁？连内阁宗符都没穿，难道只是外阁弟子？他连外阁宗符都没穿，估计是其他宗门的弟子。他何德何能跟沐雨师姐谈笑风生？千秋，因为你之前没进入过魂塔，所以得先去塔门前测试魂力。你好，我要做魂力测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不穿宗符？宗符？也没人给我宗符啊。一派胡言！所有永恒宗弟子都有宗符，进入魂塔必须穿宗符。可是我看沐雨和左南他们也没有穿什么宗符啊，为什么我要穿？沐雨和左南是何人？他们可是宗主的弟子。永恒宗只有宗主3大老祖的弟子不需要穿宗符。那您快给我测试魂力吧。不是你小子油盐不进是吧？没有穿宗符，不得踏入魂塔，更不能测试魂力。你又是谁？
不会吧，他连叶修师兄都不认识？该不会是新入宗的弟子吧？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是谁你管不着。既然你没有宗符，那就赶紧离开这儿，别在这里挡道。那倘若我今天一定要在这测试魂力，而且还要进这魂塔呢，那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家有家法，宗有宗规。师兄，千秋可是神子，他们这样为难他，我不能看着。他是神子，如果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，他也不配坐这个位置。萧雨听话，你也不想宗门立一个神子吧？司徒长长是吗？我的确没有什么宗符，因为我的师傅们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东西。敢问你的师傅是？无极老祖、菩提老祖、虚坤老祖。3位老祖同时收徒，这怎么可能？照你的话说，看来你是老祖立下的神子。你还真是狂妄！不穿宗符，口出狂言，冒充神子，你已经连续触犯3条宗规。根据宗门规定，我可原地对你进行惩处。不过是轮回镜的乐子罢了。瞧不起轮回镜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能不能让你跪在魂塔之下。不好，大兄之下狠手了！原来就这，聚气，飓风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身后的鲜艳颜色是虚空镜，还有那神纹仙术，居然是凌风大长老的惯用仙术。小玉雷诀，小玉雷诀，兄弟，你确定不是来逗我笑的？飞升玉雷诀。这是传说中的飞升玉雷诀，那可是无极老祖的圣境仙术，难道他真的是神子？他用的是无极老祖的飞升玉雷诀，货真价实的飞升玉雷诀，叶修师兄居然连一招都没扛下来。他一定是新立的神子吧？那把剑可是无极老祖收藏的黑象。唉，我已经收力了，不然他根本就活不下来。司徒长老，现在您可以给我测试魂力了吗？我的3位师傅真的没有给我什么宗符。当然，那是当然，现在就可以测试。没想到他还真有2把刷子。师兄为什么处处针对千秋？好奇怪，我就知道他是神子。宗内除了沐雨师姐和左南师兄，肯定只有神子不用穿宗符啊。神子，请将你的手放在这魂石上，随后聚气即可。神子的魂力等级定然不低，至少也是月魂末期吧。再厉害点，说不定已经步入烈魂了。当年宗主刚加入永恒宗，测试就是烈魂前期。神子让长生中久享，还1日5境，说不定能破宗主记录。神子千秋魂力测试结果为，白魂前期。师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风度？不是哥们儿，怎么回事？我的魂力天赋竟然这么差吗？司徒长老，既然魂力测试结果都出来了，那就快让我进入魂塔修炼吧。只是白魂前期，那他刚才是怎么释放飞升玉雷诀那种仙术的？神子，快进去吧。不过我得先讲述魂塔规则。魂塔共有100层，魂力等级越高，便能往更高层去。相反，如果魂力太低，就算硬要上去，也会被魂塔自身限制。一旦能前往更高层，说明魂力等级有所提升。当然，这魂塔不能每日都来修炼，否则会让修炼者魂魄遭受创伤，届时再想提升魂力就难了。多谢司徒长老提醒。小雨，宗主不是让你测试魂力吗？快来测试吧。小雨，让我看看你这次历练的成果吧。竟然已经达到了烈魂前期！1个月前，沐雨师姐还只是月魂末期，这就是宗主亲传的天赋吗？走，
左南师兄这次和我一起历练，他的魂力提升可不比我差呢。宗主弟子左南，魂力测试结果烈魂中期。走吧，小雨，快教我在魂塔内如何修炼魂力。你可是烈魂前期，要好好传授我一些经验。我才不过是白魂前期。这里每一层都有几十个房间。是的，千秋，我得上60层去修炼，不能在这里陪你了。对了，3位老祖们应该教过你如何在魂塔修炼魂力吧？师傅们还真没教过我该在魂塔怎么修炼，他们每次教完我功法之后就回去睡觉了。啊，3位老祖那不是在睡觉，是在休眠呢。休眠？据我所知，我的3个师可是永恒宗战力天花板，都是圣境强者，为什么还要休眠？修为境界达到圣境之后，便可以元神脱离肉体，依靠自身的魂力出现在现实中，也就是所谓的魂体化。3位老祖在200年前的百宗混战上肉体受了重伤，所以他们只能魂体化，成为了休眠圣境强者。你快教我如何在魂塔修炼魂力吧，我争取明天能去60层找你一起修炼。明天？可你现在才是白魂前期呢。不是哥们儿，你是在说笑话吗？一天从白魂前期突破到烈魂，横古大陆从未有人做到。我相信你可以，你可是神子哟。宗主天生烈魂，凭什么我天生白魂，还他喵是个前期？这不公平！修炼加倍，超级加倍，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。有了，影分身术。喂，哥们儿，你会说话吗？好家伙，还真行！你们俩一人一间，开始修炼魂力。果然，魂力越强，分身越多。这永恒宗里居然有人能施展出分身术这样的神技，那又会是谁？怕不是上次打开虚空星界的那人？虚空镜和白魂，他是如何做到施展神技的？我怎么感觉到有人在注视我们永恒宗？或许是哪个帝王境强者从天上路过，恰好看了一眼咱们永恒宗，不足为奇。毕竟百宗大会要开始了。说的也是，这次参加百宗大会，让池丫头带上咱们的好徒儿去吧。还好本地反应快，不然让那3个老东西感应到我的存在，又该换地方了。此子不凡，有点意思。2个神就突破了白魂末期，现在已经能出击月魂了。果不其然，魂力等级提升后，我现在已经能分出4个分身了。哈哈，果然，如果能提升到烈魂，恐怕就能分出10几个分身了。有了这个仙术，修炼其他功法也能以几10倍速度进行。司徒长老，神昨天在我们走后何时才出来的？神子压根就没出来，一整夜都在魂塔里呢。呵呵，他还算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魂力等级不如人，连觉都不睡了。司徒长老早上好，小雨早上好。千秋，你现在魂力达到什么等级了？魂力我也不知道，修炼了一晚上太困了，我得先回去睡一觉了。下午我再来魂塔找你吧。这是拿没睡觉当借口吗？昨天不是夸下海口要上60层来找我们修炼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只是说要找小雨，什么时候说过要去找你？嘴硬，你敢不敢再测试一下魂力，让小雨看清楚你到底是神子还是个嘴子？来吧，就问你敢不敢再测试一次？行吧，原本我是不想测试的，怕某人接受不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看好了。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当时我从月魂冲击烈魂都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啊！神子不愧是宗门神子啊！可自己这个老顽固，居然刚才还在质疑神子，这真是老眼昏花呀！小雨，我说到做到，今天会去魂塔60层找你一起修炼。这不可能！你定是修炼了什么邪法和魂丸，才会让你的魂力一夜提升了这么多。师兄，你够了！千秋是3位老祖所立下的神子，也是被长生宗所认可的人。你竟然诋毁他修炼了邪法和魂丸，如若师父和3位老祖知道你这样污蔑神子，定要罚你禁闭1月。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兄弟，菜就多练。此子绝不能让他在永恒宗安然无恙的发展下去。
能一夜从白魂前期修炼至烈魂，全靠影分身术。修炼到月魂中期，我已经能分出16个分身了。16个分身加上神纹辅助，修炼速度相当于几十个修炼者叠在一起。无极师傅，徒儿已经遵循你话，将魂力等级提升了。徒儿，这才1日的时间，你魂力能提升到怎样的程度，我这个师傅还不知道吗？你要潜心修炼魂力，等1月后再来习得功法。师傅，徒儿知道了，这就去魂塔闭关修炼。5日之后便是百宗大会，我让池丫头带上你一起去。百宗大会是由各个大陆与岛屿上的共同组织的宗会，门内必须有圣境级以上的修炼者存在，才有资格参加。能获得什么样的奖励？一本很厉害的功法，或许是一柄心仪的武器，也可能是一具极品仙体，这些都是永恒宗无法提供的。师傅，您是希望徒儿在百宗大会上拿到这奖励？徒儿虽然你天赋异禀，但这里从来不缺乏天才。这次只是让你出去见见世面，好让你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好了，为师要回去休眠了。你最近要多复习飞升御龙诀，为师几日后会来考验你。人外有人，天外于天。师傅，徒儿要做这个人外人，天外天。飞升御龙诀。好家伙，真的假的？威力这么大，这真的是我做出来的。原来魂力提升之后，仙术也会变得强大，也难怪师傅要让我专心修炼魂力。雨界，奇怪，刚才还是晴天，现在居然下起了雨。罢了，尝试一下用影分身术发动飞升御龙诀，会不会出现奇效呢？影分身术，此子还真是有趣。昨日还只是一介白魂，时隔1夜就突破至烈魂1000级，30个一起释放，还不得把永恒山削平了？瞬闪，怪了，居然能产生拥有自我意识的分身，这怕是和雨界有关，让他吸收了地气，出现异变了。60层的魂力果然比底层强烈太多。你就是司徒爷爷说的神子。我是神子，你是？我叫冯韵，其他师兄和师姐们都叫我魂子。听说你只用了1夜的时间，就从白魂前期提升至了烈魂前期，真的假的？这可是魂塔63层，你才几岁就达到了烈魂？我今年13岁，我已经是烈魂末期了，目前正在冲力魁魂。魁魂？无极师傅只是魁魂等级，他才13岁，竟然已经快加任魁魂了。你是我见过修炼速度最快的人，但烈魂之后，魂塔内修炼作用已经不大了，所以你绝无可能超越我。修炼加倍，超级加倍。2个时辰过去，我的魂力几乎没有任何提升。看来那个魂子说的没错，达到烈魂之后，在魂塔里魂力确实提升不大。小灯，哥有事儿问你。喂，你叫谁小灯呢？哥比你大6岁，还不能叫你这个。有事快说，我忙着呢。脾气倒是不小。罢了，哥问你，为什么我达到烈魂之后，再在魂塔修炼就没有作用了？哼，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不告诉我，就是怕我知道后超过你呗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魂子，倒也没多厉害嘛。胡说，我堂堂魂子会怕你超越我的魂力等级？100层魂塔对烈魂之后只有巩固作用，想要更大提升，只能通过实战或者去千层塔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去千层塔修炼？恒古大陆唯一一座千层魂塔在天神殿里，但那里岂是你想去就能去的？那到底怎样才能去？你真的是神子吗？那里你去不了的。宗主，我想要离开永恒宗几天。这是为何？我的魂力已经达到了烈魂前期，在魂塔已经不能继续突破了。我想要去外面找找机会。烈魂前期，几天前他还只是白魂而已。神子，据我所知，几日前你还只是白魂前期而已，短短几日就达到了烈魂前期，这怕不是在哄骗宗主？我没有哄骗宗主，哼，口说无凭。他真的达到了烈魂前期。该死，那群人怎么查探的信息？不是说他在司徒明那儿测试魂力的时候才白魂前期吗？没想到神子如此厉害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但你为何前几日要打伤我的徒儿？若不是我用了各种极品药材，我的徒儿恐怕已经……宗主，这你可得为我胡儿夜修做主啊！
就算是神子，也不能在宗内横行霸道啊！况且叶修与神子同门，这到底是立了一个神子，还是立了一个逆子？宗主，我建议收回千秋宗神子一职。若是神子都在宗内张扬跋扈，这样该让外宗的人如何看待我们永恒宗啊？万尊者慎言，神子毕竟是3位老祖立下的，要废神子就是与3位老祖作对。不过神子确实有错，不该对同门师兄弟下手如此之重。处罚结果为收回神子在正殿的举措，与内阁弟子们同住于内阁之中。这哪算什么处罚？说是处罚，不如算是奖励。一介女流终究是不配坐着宗主之位，本尊即将突破至苍穹境，加上那位大人的秘法，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胜尽强者，届时这宗主之位便是我的了。宗主英明。神子，你申请离宗外出的申请，本宗批了，但作为神子，你的安全也要受到保障，让左南和沐雨同你一起去吧。谢宗主。他的魂魄与仙赋缺失了一点，但又无伤大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上次用西西里之瞳看到的时候还不是这样。禀告宗主，昨日在永恒山的一个村落，全村人被屠戮殆尽，无一活口。是什么人居然敢在永恒宗眼皮子底下干如此大胆妄为之事？在山下巡逻的弟子呢？他们没有一个人出手阻止吗？在附近巡逻的有一个我们宗的小队，这支小队由一位不破境导师和10名天人境弟子组成，他们的遗体在村子旁被找到，身上的伤口很细小，根据长老们的判断，是被一击秒杀的。对永恒宗的导师和弟子出手，这明摆着是挑衅。立即派出10位长老去查，看看到底是何人敢在本宗眼皮子下动手。能一击秒杀不破境的修炼者，对方至少也是一位虚空境强者。宗主，要不也派我一同去调查？不用，马上就要百宗大会了，宗内事务需要尊者你们来管理，不要轻易离开宗内。宗主要去参加百宗大会，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。小雨，宗主批准了，我们可以离宗几天。好哎，正好想去外面买点新衣服。对了，是不是还让师兄也和咱们一起去？师父批准咱们出宗门，居然只为了保护他这样一个弱者。下了永恒山建成之后，他的神子身份就全然无用。但我左南在山下可是大少爷，到时候找个好时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。是神子又怎么样？我不相信他能同时抵挡住数10个修炼者的攻击。哦，还是城里热闹啊！哼，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，你也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小雨，你们出宗历练是如何提升自己魂力的？要么去斗兽场击败魂力兽后吸收魂力，要么去竞技场和其他修炼者实战。这2种我都不喜欢。斗兽场要猎杀无辜魂力兽，竞技场还要签生死合约。哼，就他这样的，顶多去斗兽场猎杀低级魂兽，去竞技场还不得被吓尿裤子？看什么看？我说的有什么毛病吗？你只敢去斗兽场？没毛病，我确实只敢去斗兽场，去竞技场我怕被打死，好歹我也是神子，得惜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斗兽场吗？但斗兽场可不是免费的，这些魂灵兽都是高境界强者专门捕捉而来的，所以每次进去都需要缴纳费用。哎，要是我自己有魂灵兽的话，我干嘛还要进斗兽场猎杀呢？魂灵兽也是分境界的，不同魂力级别的修炼者需要的魂力也不同。过于低级的魂灵兽，就算被他们猎杀了也没什么用处，只有猎杀比自身低3级以内或是高出自身级别的魂灵兽，魂力才会提升。那我没钱，该去哪里捕捉低级的魂灵兽？魂灵兽生活的地方都在异界，没有高境界的修炼者带领去异界捕捉魂灵兽，只会白白送死。那要不我去虚空星界转一圈，捕捉一些低级的魂灵兽，用来当做进入斗兽场的门票。我和师兄进去都是缴纳费用的，你要是没钱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出嘛。就你还想进入虚空星界，真以为自己天赋高了点就可以胡乱吹嘘？缴费进入还是用魂灵兽换？缴费。好的，要挑战哪个境界的魂灵兽？那就挑战轮回境吧。千秋，你确定要选择轮回境吗？魂灵兽通常要比修炼者厉害些，选择比自己低3级的魂灵兽来猎杀比较合适，选择比自己低1级的，风险还是很大的。区区轮回境而已，奈何不了我。不自量力，看来不用我动手，他就会陨落在斗兽场了。千秋，你执意要选择轮回境的话，可以申请多人组团猎杀，虽然最后获得的魂力要咱们3人平分，但绝不会有危险。不用了，不必为我担心。观众席上坐了不少名门家族和外宗的人，千秋，你们作为神子，最好不要在外暴露身份，把这张面具戴上，
回境挑战者淘汰。千秋，你还是向斗兽场申请共同挑战吧。那个修炼者只比你低一个境界，可还是被轮回境的魂兽干掉了。小雨，你要相信神子的实力，他既然说一个人可以，那便是可以，你就不要捣乱了。是啊，小雨，左南说的没错，放心吧，我一个人可以。下一位挑战者为虚空境修炼者，他挑战的魂灵兽境界为轮回境。是西教授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犀角兽的防御力极强，如果不用爆发性极强的仙术攻击它，其他的攻击对它几乎没有作用。千秋太鲁莽了，师兄，咱们要不去申请停止挑战吧？小雨，你别这么着急，好歹他也是神子，你不必为他如此着急。这是犀角兽的高温角度。这位挑战者这是在干什么？他居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，难道是放弃抵抗了？不自量力，现在看你还能怎么办？飞升御雷诀。什么？居然一击就把轮回境的犀角兽秒杀了！恭喜本场挑战成功，轮回境犀角兽成功被击杀。这戴白色面具到底是哪个宗门的大佬？这个帅让我耍得真爽啊！兄弟，再放2头轮回境的魂灵兽上来，一只根本不够打。还以为是大佬呢，没想到是个乐子。就连苍穹境的修炼者都不敢轻易与2只轮回境的魂灵兽战斗，他区区虚空境竟然如此嚣张！千秋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就算是秒杀了犀角兽，也不能这样自负啊！这不是在送命吗？小雨，你别上去，太危险了！魂灵兽已经从笼子里放出来了。哼，是他自己要求的，这怪不得任何人。这飞升御雷诀威力大是大，但实在是太消耗魂力了。这次回去得多学习点仙术才行。想左右夹击我，先问问我的影分身术同不同意？不要释放这个仙术，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。谁？是谁在说话？难道是我幻听了？不用找了，我距你千万里之外。在你达到圣境之前，莫要再使用分身术，否则不但是你，就连整个永恒宗都会被覆灭。坏了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三头狼能保持这种巨大身材接近10分钟，哼，这小子要用生命为他的无知买单了。真想看他被三头狼撕碎的样子啊！利刃华拉兹。1秒3剑，没想到用神纹发动飞升御雷诀，居然有这样的奇效。但这也耗光了我剩下的魂力。我的天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虚空境修炼者，居然
能释放境般的仙术。快去通知宗主，让他速速来科沃城的斗兽场。千秋，你太厉害了，不愧是神子。我和师兄都没把握打赢2只轮回境的魂兽，你却做到了。而且几分钟前你才刚刚秒杀掉1只轮回境魂灵兽，哎，低调。果然还是太勉强了，魂力消耗光太伤元神了。师兄，快来帮帮千秋。一个虚空境的修炼者，居然会用圣境修者才经常使用的仙术，更何况最后还用神纹的方式再度施展了出来。若不是脑海里出现了那警告我不要使用分身术的声音，我也不需要这么狼狈，将魂力都消耗光。千秋，你醒了。我昨天晕倒之后，是你和左南把我背回来的。是左南师兄背你回来的啦。那现在左南去哪儿了？师兄去城里面找他们家族的人去了，明天才回来。对了，我去药铺给你买了些恢复魂力的药材，还有我师傅给我的魂力丹，你快点服下吧。这药效居然那么好，据我所知，市面上绝没有这种能让魂力恢复的丹药吧？哎呀，这就是我家里面的长辈研究出来的啦，给了我几颗，不会拿到外面去卖的啦。千秋，你一连击败并且吸收了3只轮回境的魂灵兽，魂力肯定又提升了不少吧？再猎杀6、7只轮回境魂灵兽的话，应该就能突破至猎魂中期了。我花了好长时间才修炼到猎魂前期，你前些日子还是白魂前期呢，现在居然马上都要超过我了，不愧是神子。小雨，你一定要买这么多衣服的吗？怎么嘛，女生不都爱美？反正我是宗主的徒弟，不用穿宗服，当然得多买点衣服，每次训练结束都要把脏的换下来。这是七星宗的长老纳兰沧海。老先生，您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年轻人，你在斗兽场的表现让老朽十分震撼。不知你今年几何？19。小生，你今年只有19岁。在斗兽场，我明明戴着白色面具，他不应该认出我。你不必对我抱有警惕，我是看中你身手不凡，本以为你是20好几的青年了，没想到你居然只有19岁，真是震撼老朽。我是七星宗的长老纳兰沧海。这下你可以放心和我交流了吗？你说你是七星宗的长老，你就是喽。那我还说自己是七星宗的宗主呢。竟然是圣境强者。那小雨，你先回客栈吧，我和这位来自七星宗的纳兰长老聊一聊。这女娃娃甚是眼熟，老朽像是在何处见过她。年轻人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否为哪个宗族的弟子？小生归属永恒宗。永恒宗是持有上古神器长生钟的那个宗门吧？100年前还算厉害，但现在已经没落了。在那样的小宗族，真是埋没了你这样的天才。来我七星宗，比你现在所在的小宗门资源要好处太多太多。谢谢了，纳兰长老，但我不会离开宗门的。哦，这是为何？不为何，我能跟您来这里，只是希望您不要对外暴露我的身份。斗兽场戴面具，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外人得知我的身份。没想到在圣境强者的法诀下，不过儿戏罢了。那我若是执意要将你的身份公之于众呢？纳兰长老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如果你觉得这算是威胁，我不否认。但你要知道，我的初衷只是招收天才，我宗不愿意任何一个天才怀才不遇。那我就是不去七星宗，你又能如何？我们的宗旨是得不到就毁掉。以你的天资，不愿加入七星宗，老朽也绝不会让你流落至敌对的宗门。小辈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要不要加入七星宗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我千秋做我不想做的事情。此子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竟是虚空境，居然能打开虚空之门！我没看错吧？刚刚那是虚空之门。本以为此子只是修炼天赋不凡，没想到已经做到这样夸张的程度了。得回去禀告宗主，如若这子不除，用不了几年，将会成为横古大陆一方强大的存在。纳兰沧海，七星宗，有朝一日，你们会为今天的鲁莽付出代价。反正都进来了，不如多抓几只魂灵兽卖给斗兽场，正好把小雨替我垫的钱还上。起飞，原地起飞！这魂灵兽都在哪儿？上次进来的时候就没见过，真是奇怪。好，总算让我遇到了，运气不错。
这2只魂灵兽才不破剑而已，这完全是小卡拉米嘛！天动万象，万象天引。放心，我不杀你俩，我还得靠你俩换钱呢。乾坤袋，哇！没想到这个世界还真有这东西。收。左护法大人，虚空星界里黑金元族长不知为何突然震怒，打伤了咱们宗不少送进去历练弟子。是哪个弟子不懂规矩，惹怒了他呢？并不是，那黑金元还打伤了其他几个宗门的长老，倒像是对整个人类群体都愤怒了。莫非此事另有隐情？二长老，是何人把你伤成这样？是黑金园里的那只族长，他忽然暴怒，那厮居然已经达到了准帝王境的境界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什么？那家伙已经帝王境了吗？得赶紧通知其他宗门了。天人境以下的魂灵兽我们暂时不收了。如果你捕捉来的魂灵兽境界不达标，就快点走吧。我要卖的是2只不破境的魂灵兽。你是那个白色修罗？什么白色修罗？你是不是昨天在斗兽场一人连续击败了3只轮回境魂灵兽的那人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就知道你是白色修罗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你昨天走了之后，斗兽城所有看过你那场比赛的人都把你称为白色修罗。没想到随便戴了一张白色面具，猎杀了3只魂灵兽，就被安上了这样的称号。这难道是黑金元？你稍等下，我去喊我们主管收购黑金元，当做咒场的猎杀目标。我没办法做决定。什么意思？只不过是2只不破境的魂灵兽，为什么不收？李主管，那个就是昨天在咱们斗兽场连续击败3只轮回境魂灵兽的白色修罗，他带了2只黑金元来。竟真是黑金元，还是活捉的2只。黑金元十分强大，只有圣境强者才能驾驭。这小子是怎么搞到的？不管这么多了，这么稀有的和魂灵兽，若说是被猎杀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贱价买下，献给老大，几枚极品丹药还不手到擒来？你好，先生，听我小的说，您要出售这2只魂灵兽？是的，2只都是不破剑的。先生，你可知自己要收售的2只魂灵兽是何品种？管它是什么品种，能卖多少钱，快点给我就行了，我忙着呢。这实力不凡的白色修罗居然这么不识货，这下赚大发了。好的，先生，2只不破剑的魂灵兽可售卖为3万恒古币，我这就让手下给您去拿。先生，这是您的3万恒古币，您收好。先生，敢问您这2只魂灵兽从何而来？当然是刚从虚空星界里抓的啊。老大才刚告诉我，虚空星界出了大乱子，黑金元族长暴动，连不少圣境强者都被伤及。他一个虚空境的能在这时候进去抓2只黑金元回来，哼，这是何等的笑话！千秋，你吓死我了！刚才听楼下的说，小儿前面那条街有位圣境强者释放了仙影，还有人开启了虚空星界，我还以为你被波及进去了呢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小雨，这是我还你的钱，不知道够不够？天啊，你从哪儿突然弄到这么多钱的？宗内传来紧急密令，说宗内出现重大变故，县令神子千秋宗主之徒速速赶回宗内。神子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
快随我一同去正殿，宗主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。神子千秋拜见宗主。拜见师父。这么着急让你们回来，是因为永恒宗在今日陨落5位长老，重伤4位长老，1名长老先例被废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有外宗的人攻击我们？不，并不是。前些日子永恒山下有个村子被屠村了，死亡了1位导师和10位弟子。宗主命我派遣10位长老去调查此事，结果他们在调查过程中与那名屠村的修炼者打了起来，长老们不敌那人，5位长老当场陨落，剩下的5位趁机逃跑，但也都受了重伤。这人公然挑衅永恒宗，必然要杀之，为死去的长老和弟子们报仇。我只是离宗2、3天而已，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。神子，你准备，明天同我去百宗大会。左南、小雨，那人实力不凡，我命你们与月尊者、万尊者一同前往，将此人活捉回来。师父，徒儿不明白为什么神子才刚加入永恒宗就能参加百宗大会。要论境界，徒儿比他高；论魂力，徒儿也比他强，为何不带我去？师兄，你要干嘛？就因为他是神子，为师说他有资格，他便有资格。好一个神子，这位置本该是我的。徒儿遵从师父命令。好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神子留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宗主，你有事找我吗？明日一早与我离宗往北寒岛参加百宗大会。对了，你这次出宗有何收获？和小雨还有左南一起去了斗兽场，猎杀3只轮回境的魂灵兽，魂力有不知少的提升。虚空境2日内斩杀3只轮回境魂灵兽，这也太恐怖了。对了，宗主，我还进入虚空星界捕捉了2只不破劫的魂灵兽，卖给了斗兽场。黑金元族长今日暴怒，伤了不少修炼者，这场混乱怎会隐隐与他有关？一群蝼蚁罢了，他居然选择在这样一个宗族里修炼，将来又能有何成就？哦，他似乎来过这里，还被赋予了白色修罗的称号，有点意思。黑色修罗，他是黑色修罗。徒儿，苍穹境的躯体已经得到了，为师们等你回来，帮你成为仙体。太好了，师傅们，徒儿会在百宗大会上争口气的。宗主，这百宗大会就只有咱们2个去参加吗？好歹咱们这么大一家宗门。永恒宗不算什么大宗门，在恒古大陆排名都在50名开外，参加大会的名额只有3个，往届都是3位老祖参加，今年情况特殊，由我代替3位老祖。那不是还有1个名额吗？为什么不再带1个人？他已经在北寒岛等咱们了。这百宗大会果然是强者如云啊！这御剑速度起码是圣境修炼者。今晚就在这住下，明日中午12时进入百宗大会的会场。上次去了斗兽场，还没见识过竞技场到底如何。先生，您是要买观战票呢，还是作为竞技选手？竞技选手。您不是北寒岛本地人吧？若在其他路参赛过，拿出身份卡即可，各大陆身份卡通用。我没参加过竞技场，这是第一次来，不能暴露真身，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拿着身份卡进入选手通道，等待叫号即可。明日的大会我就不去参加了。这些年也没听说哪个大陆出现棋子，没必要去看。主人，老奴昨日路过科沃城，听说有个修炼者一口气击杀了5只虚空境魂灵兽。一个圣境修炼者会跑到科沃城虐杀魂灵兽？他是哪个宗门的圣境？主人，那人并非圣境。没想到帝王境修炼者也有这等闲心。主人恕罪，那不是圣境，而是一名虚空境修炼者，他还是同时挑战的5只虚空境魂灵兽。一个虚空境
同时挑战5只同境魂力兽，居然还将他们全部击杀了。莫叔，你确定没有跟本宗开玩笑？千真万确，老奴怎敢戏言？事后我跟踪了他，可他一借虚空镜居然察觉到了我便放弃了。有趣，真是有趣。莫叔已是圣境巅峰，竟会被一个虚空镜察觉，不知此子是否也来了百宗大会？若明日能见到他，定要让他加入剑宗。91号序列对战，双方选手信息如下：蓝色方选手囚鸟无宗门信息虚空镜修炼者，红色方选手姚飞泰山宗苍穹镜修炼者。通常这种越级的比赛，低境界者是不会接受的。毕竟一旦比赛开始，就要签订生死契约，被打死的修炼者每天都有。唉，好不容易排到我的序列号了，看来今天又要泡汤了。虚空镜选手接受本次越级对决，比赛即将开始。来吧，就让我领教锦标苍穹的水平。哼，虚空镜与苍穹镜的越级对决，还真是罕见的。这种高境界越战几乎没有悬念，毕竟境界越高，两个境界差距越大。一个是泰山宗的弟子，一个是没有加入宗门的神秘人。看来今年的百宗大会，本宗有必要去参加一下。姚飞作为苍穹境修炼者，在各个大陆的竞技场已经累积下了56胜39负的战绩，在晋级场的战斗中更是已经达到了5连胜。这场越级挑战是否会成为姚飞的第6胜呢？囚鸟是今天刚刚在竞技场注册加入的修炼者，尚未有过战斗，0胜0负，也没有加入任何宗门，看来是一个不愿被束缚的修炼者呢。他的第一场战斗就是越级对战，在他们这种境界的时候，每相差1个境界，实力就已经很悬殊了。但囚鸟选手毅然接受了越级对战，难不成他有过人的本事？这场战斗是否能成为他竞技场生涯当中第1胜呢？拭目以待吧。没想到你居然敢接受这场越级对决，难不成你不知道到了虚空境这种级别，每往上1个境界，实力悬殊就是天差地别的吗？看在你是竞技场的新人的份上，我给你一次认输的机会，不然待会儿开打了，我怕没收住手送走你。不用客气，使出全力尽情虐我便是了。我了个豆！这个叫做囚鸟的选手作为弱势一方，居然这么猖狂！什么叫尽情虐他就是了。赛前话有多狠，赛后输的有多狼狈。你们懂什么？竞技场虽然公布双方的修为境界，但魂力等级是不会公布的。要知道，在修仙世界，实力不单单只看修为境界，更是要看炼体与魂力等级。万一这个叫做囚鸟的炼体与魂力等级都要高出姚飞，那他还真的有嚣张的资本。我才不信，这个囚鸟恐怕要被姚飞打成一个死鸟了。好了，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尽情虐他便是，那就直接秒杀他吧。不错，果然是苍穹境。石破天惊！只是1级他就快抵挡不住了，我还以为他有什么隐藏手段呢。看来不能用防御了，他刚才只是试探性的1击，师傅还没教我什么厉害的防御仙术，只能主动进攻了。万象天银。
是异界仙术，囚鸟居然会释放异界仙术！刚踏入圣境的修炼者都得学习一段时间才能使出异界仙术。虚空境囚鸟是怎么学会的？地爆千鹰。当年黑啸剑是赠予了无极剑圣，如今怎会落入此人手中？飞升御雷诀。看来是低估你了，没想到一个虚空境的修炼者，居然能与我交手2个来回。火遁，好火球之术。你惹怒我了。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，尽情虐我便是。唉，早知道缠着3位师傅多教我些仙术再出来了，现在用来用去就那几个仙术，在分身术被禁止的情况下，要击败这个妖妃还真有点困难。仙术复制，好火球之术，超级好火球之术，超级好火球之术加倍。这是我的火球术，师傅都施展不出来这么大规模的火球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他也会？你的仙术确实很强大，不过让我学会了，气不气？本场比赛，虚空境选手囚鸟胜，因本场为越级对战，胜场加2。好家伙，那神纹仙术为什么在妖妃手上用出来威力不过如此，在囚鸟手上威力却大得惊人？等等，我在科沃城的斗兽场见过那个囚鸟，他在那里斗兽场有个外号叫白色修罗，他一个人连续击败了3只轮回境的魂灵兽。快，派人去查那个叫做囚鸟的修炼者。一个虚空境修炼者说出来的神文，居然连本圣都听不懂。是。作为圣境强者，本圣都无法让好火球术同时释放3个火球。不好，还是被盯上了，得想个办法甩掉他们。什么？他竟然还敢进到虚空星界之中，就算是护法们这2天都不敢再去了。对了，话说一个虚空境这是怎么打开虚空之门的？各位长老，都请回吧。咱们这里面没有一个达到准地的修炼者，谁敢在这段时间进入虚空星界呢？你们妖宗不也一样不敢进去吗？我可不想与里面那头黑猩猩打起来。他刚丢了儿子，现在恨不能干掉虚空星界里的所有人。看来小雨说的不错，比起猎杀魂兽，在实战中提升魂力果然要快许多。不过我怎么总感觉背后一阵凉意呢？弑神！这个外形，难道是我先前抓走的黑金猿的同类？不是哥们儿，这么大一只，和我上次捕捉的魂冥兽一个品种，这怕不是他俩的太爷爷吧？魂灵兽的仙影，那他至少已经踏入准地了，快跑！快！虚空之门开！
吓坏我了，还好跑得快，但凡慢一点都危险了。那可是准地的魂灵兽，一巴掌送走我完全不费吹灰功力。你的修为境界尚未稳固帝王境，强行幻化成人形，有陨落的风险。好好修炼些日子，再去幻化成人形复仇吧。神子，这么晚了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刚刚嘛，在客栈里面有些闷，出去透了透气。不知道外面怎么回事，刚才街上多了不少各大宗门的长老，快点回房休息吧，街上有些不太平。知道了，宗主，你也早点睡吧，晚安。百宗大会，本帝有好些年没来过了，正好随这次去看看，不知道那几位小家伙突破圣境了没有？没想到魂力提升这么快，唉，但是这修境界提升的又慢了，要不再用神纹试一试？升级修为，给我升级修为！怎么没反应？难道是卡 bug 了？唉，果然这外挂也不是万能的，不然我岂不是能直接晋升到帝王境了？以后还是踏踏实实修炼吧。只要遇到些高境界的修炼者，他施展神纹仙术，我便可以随意复制，也不用刻意寻找高级仙术了。这是进入会场的腰牌，如果丢了就没办法进入会场了，好好保存。徒儿明白了。宗主连自己的2个徒弟都没有选择带来，还有谁会比他俩更有资格来百宗大会呢？这是纯金打造而成的宫殿，太气派了吧！他们为什么这么有钱？夜神家族是由夜神神明创立的，他在云游世界的途中，在北寒岛地底发现了数不胜数的黄金，随后便打造出了这座黄金宫殿。剩余的黄金，这位神明都留给了他的后裔，造就了如今的夜神皇家。对了，宗主，你不是说还有一个人要跟咱们一起参加大会吗？他怎么还没来？他已经来了。神子，好久不见。哈哈，没想到宗主说的人就是你呀！不知你魂力等级是否已经突破至魁魂？宗主，大会要开始了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宗主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厕所在哪儿？宫殿当中的厕所只许皇族的人使用，咱们外宗子弟只允许使用殿外的厕所。谢谢宗主，你和魂子先进去吧，我去去就回。唉，喵的，肯定是早上吃的包子有问题，我也得尽快了。迟了的话，以宗主那冷淡的性子，还不得狠狠教训我一顿？什么人，居然敢擅自翻越殿墙！妹子，你先别出声，隐身。人呢？你去那边找，我在这边找。在百宗大会期间，一切可疑的人抓到当即格杀。这是家主大人下的死命令，绝不能让任何人扰乱百宗大会。不好意思，要是被他们抓到你翻殿墙，可是要直接处刑的。我看你从殿墙上要摔下去，我迫不得已才……迫不得已才什么？迫不得已才抱你躲起来。谅你是为了我好，本小姐原谅你了。会场大门要关了，我要迟到了，你也快点离开这儿吧，那些禁卫军再发现你就完了。大小姐，百宗大会期间，您就老实待在宫殿里吧。刚才翻墙差点就被禁卫军给抓到了，这让家主知道了，又得对您发火。我怎么会被那几个禁卫军给抓住？谁知道你这次这么慢，本小姐差点就摔在地上了。属下看到那个少年接住你了，也没再出手，怕被禁卫军看到。哼，反应慢了就是慢了，找什么借口？不过那人居然会隐身这么厉害的神纹仙术，不知道是哪个宗门的弟子。看他的打扮，应该是恒古大陆的修炼者，很可能是某位名门望族的弟子。是吗？带我回宫殿吧，我今天也要去看看大会，不知道能不能碰见他。这么多年都没哪个男人敢接近本小姐，
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一个毛头小子给爆了。神子，你要有点时间观念，毕竟这是在百宗大会，各宗门的人都在这里，你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，更是永恒宗。宗主，这也不能全怪我嘛，毕竟人有三急，大号最急。各位宗门长老、弟子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百宗大会。我是夜神皇族的夜神烽火，作为这届大会长老组的组长，我宣布大会正式开始。各大宗门可以派遣自宗的弟子上场展露自己了。我们长老组会记录下每一位上台的修炼者，之后综合人评出这届大会前10的修炼者。魂子，你若是已经冲击到魁魂了，待会儿也上去展露一下呗。放眼整个横古大陆，应该没有比你年纪更小的魁魂修炼者吧？修仙世界从不缺天赋异禀的修炼者，我这样的资质未必在这百宗大会上排得上名号。魂子，你不必妄自菲薄。神子说的不错，放眼整个横古大陆，还有哪个13岁的修炼者达到了魁魂？师傅，你别抬举我了。13岁魁魂，你们到底在开什么玩笑？这可是百宗大会，不是吹牛大会。13岁的修炼者才刚刚觉醒魂力，怎么可能已经达到了魁魂？怎么，你自己13岁在家玩泥巴，还不允许人家13岁达到魁魂呗？你说谁13岁在家玩泥巴？我今年20岁就已经轮回境，敢问你是何修为境界？原来是轮回境的强者，失敬失敬，请原谅刚刚我说话声音大了些。那你还在那儿笑什么？我笑我愚蠢，居然敢跟一个20岁就达到了轮回境的修炼者叫嚣，有眼不识泰山啊！老弟，看你这样子，应该达到不破境了吧？你说的对，我才刚刚达到不破境而已。你这个逆徒，快闭嘴吧！能来百宗大会的宗门，哪个宗内没有圣境强者？你听不出来人家嘲讽你的意思吗？这不是我前些天抓的那2只吗？那人是宗门排名第4叶玄阁的弟子，叫石少卿。据说今年26岁就已达到了苍穹境，而且他身后的魂灵兽也不简单，那可是虚空星夜除龙族之外的最强魂灵兽黑金元。你确定那叫什么元的魂灵兽是虚空星界里最强的？我王森能骗你吗？成年的黑金元一旦达到了虚空境，就会觉醒自己的兽魂，战斗力堪比巅峰圣境强者。传闻黑金元族长已经达到了准帝的境界，现在在外界几乎见不到黑金元了。难怪昨天晚上进入虚空星界时碰到的那只黑金元震怒无比，估计是知道我把他徒孙给拐走了。等等，既然这黑金元如此强大，那我3万横古币卖给斗兽王不是亏麻了？可恶的奸商！宗主，黑金元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玄乎吗？差不多吧。黑金元是群居性的魂灵兽，就算几位圣境修炼者一同前往，都不一定能捕捉到一只。而且黑金元会被修炼者拿去炼药，炼出的丹药可以让修炼者的仙影出现进化。普通修炼者再怎么修炼，都不可能达到让仙影出现进化的程度，就算是帝王境也不行。果然是奸商！不行，得找个机会再去虚空星界一趟，捕捉一只更高境界的黑金元回来。各位评分长老，我是叶玄阁的石少卿，今年26岁，苍穹境修炼者。身后2只我与同宗长老捕捉来的黑金元，希望各位评分长老击溃到才子排名。宗主，才子动动嘴皮子就能评选吗？那让我上啊，我也行。别做梦了，长老们会按顺序给予排名，一旦达到10人，再想入选就必须打擂挑战，只有打擂成功才能替代他的位置。不过那些大宗门一旦有弟子入榜，像咱们这种排名靠后的宗门，就算有强于他们弟子的，也不会挑战了。为什么？一个名门望族的弟子被排名靠后的宗门弟子打败，脸面不就丢尽了？百宗大会一结束，就等着被报复吧。年年的大会亦是如此，前10名才子都来自横古大陆前10宗门，他们心照不宣，一个宗门只派1位，恰好占光这才子之位。我要挑战第2名。这样貌看着怎么那么眼熟？居然敢如此大胆地出现在自己本体眼前，不过才时隔几日，他已经超越他本体实力这么多了，有趣，真是有趣。没想到今年真有敢向排名前10的宗门弟子发起挑战的。虽然勇气可嘉，但大会结束后，他们宗门可要遭殃了。何况
那还是妖宗那样的超级大宗。按照规矩，挑战才子必须要报出身份。你是哪个宗门的？有勇气居然敢挑战我妖宗？我没有名字，也不来自任何宗门。不来自任何一个宗门？那你是如何进入会场的？欧阳长老，你快派人去查查这个少年的来历。哼，你现在还没资格知道，打完自然会有人告诉你。你未免太狂妄了些，有实力自然狂妄。废话少说，快点出手吧！有这功夫早就拿下你了。公然挑衅妖宗，给我查！到底是怎样的导师会教出来如此狂妄之徒？你先出手吧，我让你3招。如果你没击败我，就自行下台吧，我可以饶你。饶你一命！狂妄，百妖咆哮！1招，你还剩2招。2招，你还剩1招。什么情况？是这个萧顺太拉了，还是我眼睛花了？小旭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连人家衣服领子都没碰到，快点解决他！化妖为圣，这是妖宗的秘术，让施术者身体短暂妖化，实力会短期暴涨，但魂力7日内都无法恢复，是透支魂力的仙术。闹剧结束了，该我了。到我了，聚气。红色的仙影，它不过才虚空镜。不，虚空镜和圣境仙影都是红色，只不过圣境仙影颜色要深些，它这肯定是圣境。什么？居然是圣境！木洞，真术牵手。什么？这不是诛仙的千手大佛吗？哼，胜负已分，各位长老组的长老们还不宣判比赛结果吗？我宣布，第2才子萧训战败。这仙术本帝还是第1次见，不知女王殿下有何见解？本王也未见过，不过这次天赋倒是令本王惊讶。此子身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正如那少年自己所说，他不属于任何宗门。他能进到会场里来，是因为他在昨日屠掉了整个三雷宗，拿走了原本属于三雷宗参加的妖牌。三雷宗是恒古大陆排名第31位的那个三雷宗。不出我所料的话，这厮最多20岁就已经达到了圣境。我记得三雷宗有7位圣境修炼者，10几岁苍穹境修炼者，他一个人就屠尽了整个三雷宗。的确是他一人。根据逃出来的几位三雷宗弟子详述，他冲进三雷宗一言未发，直接瞬杀了3位圣境长老，就连三雷宗宗主都没能在他手上撑过5招。烽火前辈，此人并非三雷宗之人，却拿着三雷宗的妖牌参加百宗大会，要不要禀告各大宗门，将此子拿下？且慢，大会从没规定过不能以夺取妖牌的方式参加。不过此事重大，还是要告知于众。虽然他挑擂成功，但等他出了会长大门，恐怕要被很多人追杀了。灭宗，这可是人神共愤的行为啊！从今日起，黑色面具少年顶替萧炫，成为百宗大会第2才子。你算什么圣境修炼者？滥杀无辜，目中无人。今天你若是出了这会场，用不了半日就会被群起而攻之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你这个铁血式圣子能扛得住我几招。身子，台上少年的气息，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。那日我派出去调查屠村一事的时候，那几位逃回来的长老身上也有与他相似的气息。不可能吧，宗主？台上那青年可是圣境强者，咱们宗派出去的长老连苍穹境都没有，若是遇上他，怎么可能还有命逃回来？也是，屠村的人应该有虚空境，这才几日，总不会连续晋升到圣境吧？才子。这群人都反了吗？10大宗门他们都敢来挑战，真不怕出了这会场遭殃吗？宗主，来参加大会几乎一半的宗门都派人上场了，咱们10大宗门就算再霸道，也不能出去给所有宗门都灭了吧？魂子，你去挑战排名第9的才子吧。如果能战胜他，据说长老组最终发放的奖励是一口魂鼎，
你不正是缺少一口魂鼎吗？知道了，宗主，我去试试。真是弱啊！明明有一身异于常人的天赋，你却一点都开发不出来。哼，凭什么我会是你这样一个弱者的分身？小灯，上去小心点，如果打不过不要硬撑。就你话多，我还没打过败仗。喂，小鬼，不要把风头都出尽了。他不会真的要上去挑战第9才子吧？他可是青云阁的凡尘，虽然修为只是虚空境，可魂力等级已经达到烈魂中期，还具有中品仙体。人家可是13岁魁魂，随便碾压烈魂中期好吧？哎呀，我们宗主都不操心，你一个外人操心什么？你跟我讲讲前10奖励都有什么吧。第10是一柄品质极佳的剑，第9是一口魂鼎，第8是一本神文功法，第7、第6我也不知道，但听说第5名的奖励是一尊高品的仙体。第5才子是谁？是什么修为境界的？兄弟，你该不会是想去挑战他吧？那不然呢？神子，排名第5的才子是名门泰山宗的弟子，以你现在的修为是不可能战胜他的。宗主，第5才子是不是叫姚飞？你怎么知道？宗主，第5名的奖励太诱人了，实力不允许我低调了，我去就回。神子，你等等。算了，或许他真的能战胜泰山宗的弟子，毕竟他已经创造出了太多不可能。小寻，今年怎么愿意来这百宗宗大会了？为父不是记得你最讨厌这大会了吗？谁让父皇不让我出去玩？我无聊来看看不行吗？行，我看谁敢说不行。来，为父的位置让给你，你坐着看。父皇，那个擂台上的人叫什么？他好像叫姚飞，是恒古大陆泰山宗的人。怎么，你是看上他了？倒也不是不行，泰山宗也是前10的宗门，而且他是今年第5才子，实力也算不错。父皇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谁会看上泰山宗那些大老粗？我是问你，准备挑战那个才子的修炼者叫什么名字？小寻，那子为父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不过他们开始对战之前会自报信息的。咦，小寻，你怎么对一个无名小辈感兴趣？要是让父皇知道他抱过我，非得当场把他碎尸万段。在下名为千秋，来自永恒宗，虚空境修炼者。别废话了，快点出招吧，大会就快结束了。你应该是我最后一个挑战者。昨晚刚被我虐了，现在又是一副瞧不起虚空境修炼者的样子，那只能再虐你一次了。只不过昨天使用过的招数，今天一个都不能用，不然会暴露身份。原来你叫千秋，咱们俩还真是有缘呢，名字只差一个字。你境界低，你先出手吧。仙术复制，百妖咆哮。哦，有点实力，看来不能小瞧你了。不过你使用妖宗的神文仙术，这场战斗结束，你们宗门可是要被问责了。谁规定仙术只许某个特指的宗门使用？本事不大，脾气不小。石破天惊！好，等的就是这一招。居然能预判我的仙术，不过境界太低，速度慢了些。火遁，好火球之术。不好！不好，他要输了。果然，来自小宗门的修炼者要弱几分，何况他只是一个虚空境修炼者而已。内逆传音，别愣着了，快用汉语说“冰河时代”。冰河时代！啊！什么？这妖术什么时候命中我的？冰锥突刺！怎么样？
这滋味不好受吧，手下败将。他跟我昨晚在竞技场里遇到的那个叫做囚鸟的修炼者怎么这么像？没想到我居然输给一个虚空境的人，这下回去师父和宗主肯定饶不了我。我宣布，永恒宗千秋获胜，夺得第5才子之位。不是哥们儿，他居然真的打败了泰山宗的姚飞。敢问姑娘，你们是拥有长生中的那个永恒宗吗？台上的那子让长生中响了几声。九响，他是我们宗门的神子。果然是人才辈出啊！要是让师大宗门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怕不是要来抢人了。主人，你有没有觉得台上击败泰山宗弟子的那个年轻人有些熟悉？哦，你也感觉到了吗？他的确很像是昨晚在竞技场的那个修炼者。不止如此，有一刹那，老奴从他气息中还闻出了屠掉整个三雷宗的那黑色面具少年的气息。本姑娘不会看错的，果然还是有两下子的嘛。这些日子还真是能者辈出啊！先是斗兽场的白色修罗，竞技场的囚鸟，屠杀三雷宗的圣境少年，现在又多出一个永恒宗的千秋。永恒宗可不止一个千秋，可惜这些天才都不是我们剑宗的人。唉，天灾就快降临了，我们剑宗却再没出现过天赋异峻的弟子，到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天灾？魂子赢了吗？那是当然，我怎么会输？邱大神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想到邱大神这么牛，吊打泰山宗姚飞，太强了！低调低调，我们家小灯也挺厉害，不也赢了吗？交战一场便学会了妖宗的仙术吗？难不成他有速学仙术的能力，只是一眼就学会了神文仙术？难道说他懂得神文的初始含义？神子，你那些神文仙术都是从何学来的？啊，仙术吗？那都是自创的，之前跟你和老祖解释过吗？这小子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。永恒宗是持有上古神器长生钟的那个宗门吗？没落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要崛起了。没想到那个分身居然能和本体交流，是本帝未曾设想过的道路啊！看来这次的大会让咱们那位老朋友也产生了兴趣。果然是你，奇遇大帝。我宣布，本届百宗大会前10才子评选正式结束。这个永恒宗什么来头？居然有2个弟子入榜了，其中一个才13岁，据说已经步入魁魂前期了。原本只准备让魂子入榜，如今神子却拿到了第5名，被10大宗门盯上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谢谢烽火长老。后生，你是永恒宗的吧？不知道你让长生钟响了几声？禀告烽火长老，9响。不错不错，长生钟9响，看来永恒宗真的要崛起了。宗主，就是他。此子不但在虚空境能打开虚空之门，现在还成为了第5才子。大会结束之后，想办法把他纳入我七星宗麾下。另外，通知其他长老速速回宗。宗主，您这是准备动手了吗？天灾之前，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实力，不然只会沦为其他宗门的炮灰。小伙子，你只有19岁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夜神皇族？如今众多宗已对你下了追杀令，加入皇族，他们便没有理由再对你出手。不好意思，没兴趣。既然你一心寻死，那老朽也不再做挽留了。魂子，快走！我的第6感告诉我，可能要出事了。
你们也都知道，我屠了整个三雷宗，里面的7位圣境强者全被我一人干掉。现在本圣宣布成立诛仙殿，有多少人愿意追随我？加入诛仙殿的修炼者，本圣承诺在10日之内，无论是何境界，本圣都能助你晋升至圣境。这是百宗大会，不是你招兵买马的地方。还有诛仙殿这个名字，你是打算诛杀整个修仙世界的人吗？怎么回事？我没有聚气，仙影为什么会显露出来？快速升级他的修为境界。这是什么妖术？他真的从轮回境晋升至了圣境！大人，我要加入诛仙殿。大人，我也要加入，让我来追随您吧。此子到底是何方妖孽？圣境修炼者百里挑一，可在他这里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。这等仙术是刻在神碑上的禁术，唯有进入神界可得。可通往神界的路早已关闭，他又是从何学得的？不管他从何得到，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。3位大帝是要对我一个区圣者动手吗？你擅自动神文禁术，还公然挑衅权威，你觉得我们不该干掉你吗？说的在理，不过你们今天留不下我。门弟，你还准备躲到什么时候？哈哈哈哈！冰山大帝、辉夜大帝、天帝，你们3人居然为难一个圣境修炼者，这么多年不见，脸皮变得真是厚呢。本帝没来迟吧？废话少说，速速开门带走这些修炼者，东西已经拿到手了。打起来你也不是他们3个人的对手，这里还有其他帝王境修炼者。门弟，你藏在虚空星界多年，为什么要帮一个使用神文禁术的人？你这样会加速天灾到来的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邪神注意到又如何？本帝不像你们安于现状，本帝还要继续突破境界。所有人听着，本帝就是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门弟，本帝也是诛仙殿的人。宗门实力强大，还能在短时间内直接晋升至圣境，就算与各大宗门为敌又如何？是啊，诛仙殿有大帝坐镇，还能步人入圣，大家赶快加入！愿入诛仙殿者，直接进门。2位别愣着了，让这些人都加入邪宗，将来必然引起大乱。哼，本帝今天不想和你们打。那子日后若不断使用神文禁术，只会让更多邪神注意到这个世界，天灾也会因此提前到来。这一次的天灾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恐怖，恐怕修仙世界要成为邪神们的阶下囚了。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，我会找到其他大帝商讨对策的。这场大会到此结束。神子魂子，修仙世界要出现大乱了，咱们速速回永恒宗，将此事禀告3位老祖。原本彰显宗门实力的大会，却被那个少年搞成了现在这样。
能参加百宗大会都是各宗骄仔，现在一大半被诛仙殿挖走，再加上门第的支持，实力恐怕足以排入恒古大陆前5了。那个少年究竟是谁？他身上有一股让我感到很熟悉的味道。如果他做出的承诺都是真的，冯玉，那用不了多久，诛仙殿又会多出一批圣境强者，届时他们就是成为比肩天神宗的存在了。神子，这次回到宗门，你得加快修炼了，天灾要加速到来了。所有人都在说天灾，这次必须向3位师傅问清楚。师兄，千秋现在才虚空境便能战败姚飞，等他晋升苍穹境，不知道实力会增长到什么程度。他也就是运气好，泰山宗放了一个没有真本事的人上去，让千秋假漏。小雨，我得先去找我3位师傅了，晚点我再来找你。快去吧，我早上便感觉3位老祖苏醒，想必他们也在为此事发愁。岳尊者，还是你向宗主禀告吧。宗主，上次您派我们去活抓凶手这一事，在你们参加百宗大会的时候已经有着落了。哦，人抓到了吗？他现在在哪儿？禀告宗主，人没抓到，不过你和神子已经见过这个凶手了。岳尊者，我和宗主去参加百宗大会了，何时见过此人？他就是你们在百宗大会上遇到的那名戴着黑色面具的圣境强者，也就是现在被传得沸沸扬扬的诛仙殿殿主。凶手怎么会是他？之前逃回来的长老不是说凶手只是虚空境的修炼者吗？怎么会是那个实力强大的圣境少年？宗主，这还真有可能。他都能让轮回境在眨眼间晋升至圣境，那让自己快速晋升至圣境有何不可能？如果此事真是如此，那么永恒宗就不可能替那5位死去的长老报仇了。那个圣境少年可是一人干掉了整个3雷宗的存在，现在身后还站着一位帝王境的门第。好了，2位尊者，你们先退下吧。徒儿，你真是让我们这3个老家伙感到震撼啊！本想着只是让你去见见世面，你倒好，给我们拿了名次回来。这还是因为3位师傅教得好，弟子这才能战胜对手。可是我听说你打败泰山宗的那个小子时，不但没有用你菩提师傅教给你的炼体功法，更没有用你无极师傅传授的飞升御雷诀，甚至连黑啸都没有用上。你获得第5才子的位气，与我们3个老家伙可没有任何关系呢。徒儿，你不必慌张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秘密，何况是你这样天赋异禀的修炼者。百宗大会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，现在各大宗门都出现大乱，你作为神子，当务之急就是将自己的实力快速提升。跟我们来吧，苍穹境修炼上者躯体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我们3个帮你练体质、仙体体质。3位师傅，其实这次百宗大武第5才子的奖励是一具极品的仙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用徒儿你赢来的极品仙体吧，这倒是我们3个老家伙没想到的。徒儿，来永恒宗确实有些委屈你了，这里的资源和功法已经配不上你的天赋了。3位师傅，我千秋从没这么想过。我既然选择了加入永恒宗，就没想过永恒宗的不好。好，徒儿真是有情有义。徒儿，你在加入宗门那天不知用了何神文仙术，让你的修为在短期内连续晋升了5次。这样虽然境界上来了，但终究会让你的修为不稳固。所以我们决定将自己的部分元神修为注入到极品仙体当中，用来巩固你的修为。师傅，你们把元神修为注入到仙体当中，你们岂不是要折寿？徒儿，你不必为我们担心，我们3个曾经都是永恒宗的神子，并且都得到了长生中的赐福，已经活了上百年。反正我们现在都是休眠圣境修炼者，实力大不如前，倒不如每人分出一点元神修为，助你早日成为圣境强者。徒儿，你不必再劝阻为师，我们心意已决。天灾就要到了，每每在天灾之前，又会激发众多宗门的纷争。想要保全永恒宗，必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才行。师傅，天灾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就连帝王境的大帝们都如此担心？你先将这具极品仙体融合了，之后我们会解释给你听。
疼痛。这小子似乎还没有觉醒字的能力，不过他的分身倒是把神纹仙术开发至极，短短的时间达到了那样恐怖的程度。不过门第那家伙不知道是怎么和那分身混到一块儿去了。若不是本地肉体尽毁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躲在暗中。既然门第选择了分身，那我就助本体一臂之力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门第厉害，还是我祁瑀厉害。长老，您怎么来了？难道是大人准备动手了？本来没打算这么快动手的，但百宗大会上的事情你应该也听说了，宗主不得不提前进行计划了。明白了，大人，我已经在昨日突破至苍穹境，您何时助我突破圣境？不突破圣境的话，我恐怕没有办法完成计划。毕竟我们宗多出了一个天赋恐怖的神子。你们宗的神子已经引起了大人的注意，在实施计划的时候要确保他的安全，同时也要确保长生宗的完好。之所以给你晋升圣境的机会，就是看中了你们永恒宗的长生宗，知道吗？属下明白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苍穹境，师傅们，我成功突破至苍穹境了。徒儿，没想到居然让你一举突破了境界，你距离圣境强者又近了一步呢。谢谢师傅们的帮助，徒儿能晋升，多亏了师傅们的元神，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融合仙体和晋升修为境界的。徒儿，我和你菩提老师消耗了太多元神仙行回去休眠了。剩下的事情让虚坤老师告诉你吧。这三个老家伙时日无多，竟然还敢把自己的元神修为传给这小子，我也得回去准备准备接下来的事情了。果然，百宗大会准备的极品仙体就是不错。我们三个老家伙珍藏多年的高品仙体远不如他呀。这具极品仙体，如果我没有看走眼的话，它幽冥霸体。这具仙体可不简单呐！如果运用得好，有机会可以炼体到高品圣体。什么？这么厉害的仙体，长老组的人会如此大方把它当做奖励？只不过想炼体达到高品圣体，传说只有帝王境才能做到。不是为师不相信你，只是这幽冥霸体炼体到高品圣体有极为苛刻的条件。它配套有一本叫做《幽冥九转诀》的古籍，全书由神文撰写而成，只要把它练到7转。就能达到高品圣体的体质，但这本古籍已经流失多年，没人再见过它。没有了这古籍的加持，幽冥霸体自然也没有那么珍贵了，所以长老组才会把它当从奖励发放给你。那这也太可惜了吧。接下来给你讲讲天灾吧。修仙世界只不过是茫茫星辰中极其渺小的一个世界。上古时期，众多神居于神界，神界通道关闭后，依靠吞噬小世界提升实力的邪神便盯上了这里。修仙世界每相前隔1000年，就会被邪神入侵。那些神民虽在神明中较弱，但对修仙世界却仍是绝对力量。这便是天灾。天灾之时，弱小的宗门往往会被当成炮灰。只有存在帝王境大帝的宗门，才不用派出弟子去送死。上一次天灾来临时，永恒宗还有一位永恒大帝，但在天灾中陨落了。后来永恒宗便日渐没落。200年前又爆发百宗大战，我们3个受伤，成为了休眠圣境修炼者。徒儿有一事不明白，天灾来临的都是神袭，可帝王境和神袭相差甚远，到底还是属于人类范畴。一介凡人如何是神？帝王境之上还有主宰境，已经算是半神。众多帝王境与一位主宰境，足以击败一个不太强大的邪神。可修仙世界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主宰境修炼者了，所以众多大帝才会感到心慌。或许当自己成为这方世界最强的存在，才有可能找到回家的方法吧。徒儿，你现在也是仙体炼体了，有时间去看看长生宗认同你，你同我们一样可以获得长生宗的长生赐符。长生赐符是什么？作用不是很大，
只不过可以让你的寿命增加几百年而已。寿命增加几百年而已。在蓝星，100年的寿命已经足够长久了。而在这个修仙世界，境界越高，寿命越长。但如果不能达到圣境，也只有不到200岁的寿命而已。若是获得长生中的赐福延长几百年，岂不是有可能成为千年老妖了？派出去的长老都完成各自的仪式了吗？所有仪式已经全部完成，就等宗主您下命令。那就明日夜里发动总攻吧，必须要在同一时间发起攻击，否则这些小宗门必然会向他们的盟友发出求救，届时就不好对付了。本宗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多个地方。属下明白，但是明夜过后，咱们必将成为众矢之的，10大宗门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变得壮大起来。他们在百宗大会丢失了那么多弟子，不会有闲工夫顾及我们的。况且等到计划成功之时，在恒古大陆除了天神宗，谁还能战胜我们七星宗？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活生生一个人能从你们这些准帝眼下跑掉？大小姐夜神千寻遁入了虚空星界，等我们察觉的时候再进入虚空星界，已经找不到她了。况且虚空星界里面黑金元族长虎视眈眈，我们也不敢在里面耽搁太久。派人去找，翻遍整个北韩岛，必须要把小寻找回来。家主，小姐能遁入虚空星界，定然是没打算留在北韩岛，毕竟这里全是咱们皇族的人。其实家主不必担心，大小姐身边有寇比跟着，以她的能力，想必能保护好小姐的。大小姐这么多年一直在您的庇护下，出去走走，也正好能让她开阔眼界。算了，任她去吧。本帝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去调查门第和那个创立诛仙殿的少年，查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混到一起去的。小姐，这次我可是闯了大祸，带您出逃北韩岛。等回去，家主肯定要重罚于我了。你可是本小姐的人，我看谁敢罚你。这么多年来，还是第一次离开北韩岛，那里常年下雪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原来四季如春的恒古大陆是这样呀！小姐，你让我找的永恒宗在这边，我们现在过去吗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现在先在这里转转，明天再随我一起去永恒宗。千秋，你晋升到苍穹境了。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？这个嘛，秘密，不告诉你。还想给你个惊喜呢。对了，虚坤师傅让我去长生中试试，看可不可以让他给予我长生赐福。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？长生赐福，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。你该不会觉得你自己能获得吧？近100年来，获得长生赐福的只有3位老祖，就连我们的师父小雅都没能获得长生赐福。竟然连宗主他都没有获得赐福吗？先去看看呗，说不定我运气好就获得长生赐福了。小雨，咱们就陪他去吧，让他清楚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不过3位老祖曾经可都是永恒宗的神子，他们都获得了长生赐福。如若千秋没有获得的话，就说明师父和3位老祖看走了眼。看来师兄还是很讨厌神子啊。神子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内阁了？我想试试，可不可以获得长生赐福。神子，获得长生赐福的前提条件是自身修为境界达到苍穹境，或者魂力达到月魂末期级以上。神子，你恐怕还达不到吧？聚气！神子，这才几日，你就从虚空境晋升到苍穹境了。神子，既然你已经符合长生赐福的条件，那我这就布置仪式。如果你被长生中认同的话，这个仪式便会让你马上获得长生赐福。
我和小雨站在阵法之中都能开启阵法，你居然连阵法都无法启动，这怎么会呢？神子应该轻松获得赐福才对啊！可恶，果然还是不行吗？难道我真的不配得到长生赐福吗？什么情况？我不是激活失败了吗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神子能行。这不对吧？就算是激活了阵法，也不是这样的呀！你们快来救救神子啊！岐山长老，快让阵法停下来，救救神子！再这样下去，千秋会出事的。不行，长生中阵法一旦开启，就无法手动关闭了。岐山长老，师兄，你们快想想办法，我去叫师傅。将能量分散至全身。长生之中为本神神器，将它留在凡界，等待有缘人能将其收纳。只有达到帝王境之时，方可启用。这是长生赐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他还不是痛苦不堪吗？怎么可能会有长生赐福？岐山长老，神子怎么样了？禀告宗主，神子好像和长生中为一体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位拥有长生中的上古神明，他的背部也纹有一柄大钟，跟神子身上的一模一样。凡人，本神的神器赠予于你，来神界寻找我的神虚吧，这里有你更加渴望的东西。这说话之人是上古持有长生中的那位神明吗？神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让各位为我担心了。不过这长生中似乎已经和我融为一体了。什么？我的特殊瞳术已经无法看透它的脉络了。和长生中为为一体，就算是帝王境的大帝也无法做到啊！可他却成功了。这就是被神选中的人吗？宗主，岐山长老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长生中会和我一为一体。现在长生中没有了，之后咱们宗内开山收徒该如何是好？我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，拥有长生中的那位神明背上就纹有长生中的纹身。现在看来，如果长生中与神子为为一体，说明神子已经被长生中和那位神明认同了。长生中没了便没了吧，此后考核再做其他打算。神子，你试着召唤一下长生中，说不定可以召唤出来呢。宗主，我现在还做不到。刚才有融合的时候，有一道声音告诉我，只有达到了帝王境才能使用。我会将此事禀报给3位老祖的。你们一直看着我干嘛？千秋，你最好去照照镜子，你不但变壮了，而且还变帅了不少，真的。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得马上回去告诉父亲。池小雅，我也达到了圣境，你一介女流，终究是不配当这永恒宗的宗主。以后就由我万藏来当吧。你最好不要小瞧这个池小雅，她天生猎魂，这么多年一直没在大众面前施展过仙术，现在达到了什么魂力等级，就连我也不清楚。哼，这个纳兰长老不必担心，宗内多数长老早已站在了我这边，加上你们的增援，我不相信他一个人能抵挡住这么多的圣境强者。宗主让我辅佐你拿下永恒宗，长生宗是这场计划的关键，绝对不能出错。看来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突破出至猎魂末期。唉，不过比起冯玉那小子，我的进度还是太慢了。
你们俩把屏障布置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没有任何人察觉到。果然，大人给予的秘术甚是好用啊！我们俩不过轮回境而已，可就算这样，宗主池小艺都没能丝毫察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是自然，大人已经助我突破至十圣境，今夜计划必将大成。此后永恒宗的3位老祖，便是咱们3人。动手，给我猛攻永恒宗！敌袭！敌袭！有外宗修炼者入侵，永恒宗众弟子听命！ 8位圣境强者，几十个虚空境和苍穹境的修炼者，来者不善啊！不是我们能够阻挡得了。等等，那不是万尊者吗？没想到5位至高尊者，有3个都投敌了。永恒宗大半的战力已经被消去，这还怎么打？我记得万尊者不是虚空境吗？前些日子他还教导过我们功法呢。这才几日时间，就突破到了圣境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万尊者，你身为永恒宗的至高尊者，为何要带着外宗的人攻打永恒宗？你这是背信弃义！呵呵，凌风长老，我劝你不要与我们作对，乖乖降服于我。你知道是何人在我背后支持我吗？是宗门排名第8的七星宗。哦，对了，今夜一过，七星宗也不再是第8名。所有永恒宗弟子听着，现在归顺于我的，日后我当上了永恒宗的新一任宗主，你们在永恒宗的位置全部升1级。哼！你真以为所有人都同你们几个败类一样吗？哼，不自量力的东西！三长老，你不要孤身前去啊！还有谁想来挑战？下场都会跟他一样。防御，仙术防御！大家坚持住，我已经派人去请求增援了，再拖一会儿时间。不是，外面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世界也有人放烟花？不对，那好像是仙术，永恒宗有危险，我得出去看看。咋回事？怎么都烧成这个样子了？不好，这是圣境强者，长老们恐怕招架不住，我得赶紧去帮忙。走。虚坤老儿，快点帮忙把这道屏障破掉！咱们3个白天把大部分元神修为都转给了徒儿，实力还不如那些踏入圣境不久的修炼者，只有池丫头有一战之力了。这是七星宗的屏障秘术，这恐怕是他们宗主所创，我也得花些时间破解。虚坤龙圣，我和菩提先进去帮忙，你跟池丫头说明情况，有机会的话立刻去外宗求援，
里边有不少圣境强者，以咱们现在的实力，恐怕支撑不了多久。知道了，撑到增援到的时候，我可不想给你们俩处理后事。是无极老祖和菩提老祖，我们有救了。他们人多又如何？没关系，老祖们会出手。太好了，无极师傅和菩提老师也来帮忙了。冰封陵墓。好样的，徒儿，又是为师听不懂的招式。密集的天雷，好强大的仙术！好家伙，这就是圣境强者使用飞升御雷诀吗？这和我用出来的，压根就不是同一个仙术啊！这个身影，难道是纳兰沧海？无极菩提老儿，多年不见，甚是想念呐。可恶，他已经强大到连我的仙术都能吸收了吗？这不就是那日让我加入七星宗的老者吗？看来经过这些年的修炼，他早已达到了半步帝王境的水准。纳兰沧海，我们永恒宗与你们七星宗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策反万藏等人一同夜袭永恒宗？哼，关于此事我无可奉告。不过这些年你们的实力倒是一点都没有增长，似乎隐隐还有倒退的趋势。不好，白天的时候给了千秋太多的元神修为，短时间根本恢复不了，这下不妙了。可恶，作为永恒宗的至高尊者，现在居然勾结外宗入侵者，是时候给你们点教训尝尝了。飞升御雷诀！几日不见，神子，他居然已经达到了苍穹境。没想到那3个老家伙到底是有点能耐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让他又一次晋升了一个境界。纳兰长老，屏障应该已经被破掉了，不要再做耽搁，你拖住这里。我去内阁寻找长生钟。万尊者，永恒宗这些年待你不薄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永恒宗的吗？你一介女流懂什么？就凭你，也配坐上这永恒宗宗主之位？本圣已经忍你很久了，等本圣拿到了长生章，今夜必让你葬在这里！放弃吧，你拦不住我的！那是虚坤老祖的星界龙！太好了！是传说中的星界龙，快干掉那个叛徒！没想到永恒宗居然会出了你这样的败类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昨日才晋升到苍穹境，然而现在却顶着圣境的仙影，想必是七一星宗用了秘术，助你达到了圣境吧？哼，被你知道了又如何？就凭你现在的实力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！哼，虚坤龙圣，你不就仰仗着一条星界龙才有极强的实力吗？不过今天我万藏也不惧你，你只是休眠圣境罢了，还拦不住我！还真是迟钝呢，被下咒了都浑然不觉。咦，这个仙术怎么有些眼熟？
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妖术？就是这样，全部化作我的能量吧！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，居然在这么多弟子身上下了仙咒！弱者本就该沦为强者的垫脚石。弱肉强食。虚坤师傅，快躲开！火遁，好火球之术。什么？居然没挡住！不要啊，虚坤老祖！可恶，只剩咱们2个了吗？永恒宗众弟子听命，轮回境以下的速速逃离永恒山。可恶，我的魂力始终有限，不可能一直释放神纹仙术。不行，老祖和弟子们有危险，我不能倒下。不是，这里的长生钟呢？长生钟必须要7位长老和5位至高尊者同时发力才能移动，怎么可能会消失？原来七星宗的目标是长生钟，你们打的可真是一手好算盘。不过早在今天下午，神子早已和长生钟为为一体了。什么？微为一体？那可是帝王境都做不到的事情啊！不行，这女人实力深不可测，我得想办法跑路。想跑对吗？先过我这一关。是幽冥霸体的特殊体质吗？先前的疼痛也在渐渐消除了。行了，老夫没时间陪你们胡闹了。跃升沧海！水龙，迅速解决他们俩！什么？纳兰沧海竟有如此实力？剩下的2位师傅也尽数被击败了吗？无极师傅，不敌师师傅，不要啊！万藏，长生钟拿到了没有？现在已经超出了预先计划的时间。纳兰长老，长生钟不见了。看来这场天灾已经引起了蝴蝶效应。没想到居然不是天神宗先躁动，竟是七星宗这个不入本地法眼的宗门。姐，你的本体都大难临头了，你确定不要出去帮帮他？如果他连这群蝼蚁都打不过，那也不值得我白费力气。不过他倒还真是弱，明明可以一个仙术解决的事情，居然被一群蝼蚁打得节节败退。那人
是不是七星宗的长老啊？是的，小姐，那正是七星宗的长老纳兰沧海。看样子是恒古大陆的门派之争。我只要千秋活着，但凡那个纳兰航海对他出手，你就马上阻拦他。小姐这是怎么了？只不过是一面之缘而已，他怎会如此看重千秋？长生钟到底去哪儿了？不好，如果拿不到长生钟回去，宗主定要大发雷霆。3件神器的掠夺，绝不能在我这里出了问题。是幽冥霸体的效果吗？我还从未见过神子这般模样。别找了，纳兰沧海，我就是长生钟。这怎么可能？长生钟可是上古神灵，你一介苍穹境竟然能驾驭神器，这种事情就算是宗主都无法做到。那么好，计划有变。既然长生钟与他人为了一体，那便抓他回去吧。我要彻底干掉他，留一口气就好。上次是老朽大幸，没想到你在虚空境的时候就能打开虚空之门，让你遁入其中跑掉了。但这次你就算长了翅膀，也别想跑。可恶，还想复制这老头的仙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施展神纹仙术居然可以不发出声音，不行，我得上去打断他的施法。老贼，师爷一剑！可恶，用剩余魂力再施展一遍仙术试试。天动万象，冰河时代，火遁好火球之术。雕虫小技。千秋有危险，你快去帮他！怎么回事？纳兰沧海怎么还没拿下永恒宗？待老夫亲自前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纳兰沧海，让你拿个长生钟，怎么这么慢？不好，这是帝王境的威压，我得赶紧收起仙术，遁入虚空星界之中保命。又想跑？晚了！人呢？速度竟然比本圣还快！连本帝都没反应过来的速度吗？有点意思。我们又见面啦，千秋。又见面了？我们什么时候见过？怎么装高冷是吧？这么快就认不出本小姐了？我们很熟吗？骗人的吧！之前占了本小姐的便宜，现在居然说压根没记住我，你气死本小姐了！是你们把我带到了这里吗？十分感谢你们救了我。不过现在我的宗门面临被灭的危险，我必须马上回去。
你现在距离永恒宗超过100里，况且你回去也是送人头。刚才来的那人是七星宗的宗主，帝王境七星大帝，而且你现在这只是苍穹境而已，拿什么跟他斗？那又如何？作为永恒宗的神子，宗门即将被灭门，我居然在这关键的时刻出逃，这是大逆不道之事。你快拉倒吧，别逞强了。要不是本小姐，哦不对，要不是我朋友救了你，你这会儿早就被纳兰沧海那个老头干掉了。肆意屠戮我的师兄弟，还打伤我的3位老祖，七星宗，我与你们不共戴天。待我称帝之日，定是你们灭宗之时。到时候我会为牺牲的同门弟子们报仇。放心吧，七星宗不会杀光所有永恒宗的弟子，他们只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。只要永恒宗大势一去，便会被收复成为七星宗的附属宗门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这样的速度连本帝都反应不过来，救下他的到底是何人？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。苍穹境之下不从本宗的人，格杀勿论。苍穹境之上的，先关起来，本宗会处理。遵命，请宗主放心。对了，长生宗去哪儿了？宗主赎罪。长生宗，据说已经和刚才逃走的那小子混为了一体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那可是上古神器，如何会和一个苍穹境的修炼者如何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七星大帝处心积虑，就是为了得到我们永恒宗的长生钟。可惜你来晚了一步，长生钟已经和神子为为一体，他是被神明认可的人。假以时日，你七星宗会遭到灭顶之灾。居然能和长生宗融合，这小子到底是何体质？纳兰沧海，听命！本宗要你不惜一切代价找回长生钟，没有长生钟，本宗的计划就无法完成。明白，属下遵命。剩下的烂摊子就交给你了，务必除掉他们的宗主和3位老祖。看来咱们收了一个大能转世为徒啊！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位凡人能融合神器。千秋能得到长生宗认可，未来必能踏入帝王境。或许他还会成为100年来第1位主宰境，重新带领永恒宗重现于世。啊！万尊者，我左南没有任何想要对抗您的意思。从今以后，我对你马首是瞻，还有我们左家也甘愿臣服于七星宗的名号之下。看到了吗，池小雅雅，这就是你的爱徒，连与本圣一战的勇气都没有，真是笑话。石丫头，趁现在快逃！我们3个老家伙为你殿后，永恒宗的复兴就靠你和千秋了。3位老祖，不要！小雅，快走！牺牲我们3个老东西护你周全，值了！抓住他们，别让那个女人跑了！那也得看我们3个老家伙答不答应。元神燃烧，先吧！所以你记起来了吧？我就是那日你在夜神皇族宫殿殿墙下救下的那名少女。确实是有几分相似。那我该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千寻。没想到吧，咱们2个的名字就差了1个字耶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还有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？我干嘛要骗你？你不信问我朋友吗？至于我怎么知道你名字的，是我朋友告诉我的，他也参加了百宗大会。是的，情况确实是他说的那样。多谢你出手相救。不过说来奇怪，你们说那是七星宗的七星大帝，你居然能带着我从一个帝王境界的大帝眼皮子下逃走，
难不成你也是帝王境？那倒不至于，我只是苍穹境而已，只不过擅长速度方面的仙术而已。好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了。晚上七星宗的发难，我们宗门也受到了牵连，我得回去了。大小姐，哦，不对，千寻，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千秋，你背后为什么有那么大一个钟的纹身啊？啊，这个嘛，作为长生宗的神子，背后就得纹一个这么大的钟。千寻，你要去哪儿吗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又要去哪儿呢？我吗？永恒宗沦陷，作为穿越者的我，好像真的无家可归了。你不是要成为帝王境的修炼者吗？现在永恒宗覆灭，你要不考虑加入其他宗门门下试试？一日为永恒宗弟子，终生为永恒宗弟子。虽然现在他被七星宗给霸占了，但终有一日我会夺回来的。大小姐，难道你以后就打算和千秋丹在一起了吗？这只是暂时的。不过千秋背后纹着的是长生钟，七星宗的人不是在找他吗？看来不只是父皇，现在整个修仙世界的人都在寻找这件上古神器，他们都试图从上古神器上面获得残留下的神魂。天灾临近，所有人都怕自己在天灾当中陨落。小姐，你这趟莫不是出来寻找助自己晋升帝王境的机缘的？刚才在宗内打斗的时候，一直没见到小雨，难道他也……可恶的七星宗，我千秋与你们不共戴天！雨界，什么？无法聚气？看来这个黑衣人至少是圣境修炼者了，而且大概率已经达到了准地。你是什么人？哼，千秋别来无恙啊！本帝已经注意你很久了。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之前见过吗？敢问这位大帝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可能认错人。早在你第一次打开虚空之门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本帝一直躲在永恒山的河流当中观察你。你刚开始的表现让本帝甚是震惊啊！你的3位师傅为了把你们宗门的宗主送出去，使用了牺牲式仙术仙爆，他们3个全部陨落，化成了世间的尘埃。什么？你是说师傅他们全部都陨落了？3位老祖虽然只是休眠圣境强者，但也已达到圣境100年，竟落得如此下场，是我这个做徒弟的不争气啊！那我们宗主呢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他逃到了虚空星界之中，暂时来说应该是没有危险的。我知道你想找七星宗报仇，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就算再修炼100年，也不可能做得到。100年？我可不需要那么久。果然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啊！我承认你的天赋异禀，身上还有不少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但成为帝王境并非通过修炼就能达到，这是需要机缘的。没有机缘，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抵达帝王境的。而且，就算你达到了帝王境又如何？就凭你一己之力，想要寻找七星宗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报仇，这根本就不现实。我来找你，便是来帮助你的。我曾经创立过一个十分强大的组织，实力不比10大宗门弱。我可以帮助你步步为营，在你达到帝王境之前，创立出一个足以抗衡七星宗的组织。你不必担心，本帝不会伤害你。你一定好奇，我一介大帝为何找你一个苍穹境修炼者，还无缘无故地许诺你好处？我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帮助。现在我的身体变成了这副样子，虽然我是帝王境强者，但目前能用出的仙术却寥寥无几，就连仙影都无法露出。影分身术，冰河时代。
果真是帝王境强者。我虽然说自己施展不了几个仙术，但从来没说不能施展仙术。好歹我也是一个堂堂的帝王境修炼者。你我实力悬殊，你精通的几个神文还远不足以打败我。和你明说吧，你身上的一切奇事都被我看在眼里。长生中与你融为了一体，并且传达了上古神明的意语。影分身术应该是你目前最强大的仙术。什么？居然连神明低语都知道？这件事我可从未公开。除此之外，我猜测的不错的话，你并非精通神文，而是你压根儿就能读懂神文的含义，不像其他修炼者一样，只是把它当作施展仙术的咒语罢了。可恶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只是一个被封印的帝王境修炼者罢了。之所以我道这么多，是因为我观察你了很长时间，也只有你能帮助我恢复肉体，因为整个修仙世界也只有你能读懂神文的原本含义。这是幽冥旧转诀，虚坤老儿跟你提起过关于幽冥霸体的古籍，送给你了。这是本地对此次合作的诚意。敢问这位大帝，你的名字是？年代有些久了，本地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别人喊我名号了。300年前，人们都叫我禹帝，而本地的全名叫做祈雨大帝。看来对方确实是诚心找我来帮忙的。也许你并没有听过我的名号，因为时间实在有些久远了，大多数人都以为本地陨落了。言归正传，这幽冥转诀你拿去复速修炼，如若遇到困难，本地也可以辅助你。这流逝已久的幽冥九转诀，就这么轻松到我手里了。本地今天就不在你面前叨扰了，等你成功修炼了第1转，本地再来与你商讨之后的事情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样一本神书就到了我的手里。哼，小爷我精通神文，这九转修炼起来岂不是跟玩儿一样？不是哥们儿，小爷我开柜都没用，那些没挂的人是怎么修炼这本秘籍的？千寻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被通缉啦！灭宗之徒，永恒宗史上最大的逆徒千秋。什么情况？我成罪人了？一派胡言！明明是万藏那干的，居然栽赃到我的头上！千秋，你的通缉令可是高达100万恒古币哦！现在整个恒古大陆的修炼者都在到处找你呢，那可是整整100万呢，足以请动排名前20的一整个宗丸上场杀敌了。怎么可能会有人像这种东西？还有那么多永恒宗的弟子活着，他们都能为我作证。千秋，你怎么这么傻呢？现在整个永恒宗都被七星宗纳入麾下了，谁若敢不从七星宗的安排，一律格杀勿论。试问谁会跟自己的小命过不去呢？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！空悲切。况且昨夜不止你们永恒宗一个宗门被攻击，有数十个宗门都遭到了攻击，而且外面现在流传着一个消息，说是有不少人共同创立了一个组织，为的就是策划这起暴乱，夺取上古神器。而你千秋就是其中一员哦。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弟子，七星宗站出来宣布，愿意无条件接纳他们，而那些宗门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七星宗的附属宗门。七星宗灭我宗门，屠我师父，现在居然还把所有灾祸都栽赃到我身上。千秋，所以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既然有人想置我于死地，那我偏偏不如他意。对了，千寻，你知道这天神殿在何处吗？你要去天神殿干什么？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我听说那里有千层魂塔，我要去冲击煞魂，早日为宗门报仇。咱们俩还真是有缘，
正好我也要去天神殿，不如咱们俩一起去吧。千寻，你也要去天神殿吗？要不要陪我一起冲击煞魂？修米尔，你去那个世界为我寻找信徒吧，等待我的神降之日。伟大的主人，你要神降于那个渺小的世界吗？那并不算一个渺小的世界，在很多个宇宙时间前，有过数十个神仙的神明，比我还要强大。只是那里也有过诸神黄昏，神们已经抛弃了那里。你一个4亿大天使，足以在那个世界称神了。神只有主人您一个，我怎敢在您面前称神？主人，我还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吗？不用了，在我神降之日不要暴露自己，暗中寻找信徒就好了。姐，你上次使用神纹禁术，让不少神明注意到了这里。现在神明已经往这里投放神灵了。我又没有用出神迹，最多引起一些外神注意到这里罢了。这个世界已经很久没有主神神仙了，助我达到帝王境，你我必然能成为新世界的主神。切哥哥，口气真是不小，不过我喜欢。天神殿是天神宗的主殿，但向所有修炼者开放。只要达到了苍穹境，便可以进入天神殿。天神殿在恒古大陆的最北边，但我们科沃城处于恒古大陆的最南边，两个地方相隔甚远。你现在是通缉犯哎，你用御剑的方式，马上会被所有修炼者注意到。可我现在尚未达到圣境，无法踏空而行。就算达到了圣境，你也不能使用踏空而行，同样会被注意到。你现在只能依靠最原始的办法，徒步前往天神殿。在此之前，你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？我的修为境界不怎么样，但是我是个百事通嘛，了解这些有什么不行吗？哼，凭你现在的实力，还想用神念早逝本小姐？我天，恒古大陆居然这么大！就算是御剑飞到天神殿，起码都得半个月的时间。现在要靠徒步过去，又得花多久啊？大护法，我父亲在哪儿？大小姐，还好你没事，我们宗主都快急死了。这是为何？我又没有什么事儿，他着急什么？小姐，您不知道吗？昨天夜里，永恒宗暴乱。据说是永恒宗新立的神子屠害了一半的永恒宗弟子，不幸的是，永恒宗的那3个老家伙都陨落了。神子竟然会干出这种事，这怎么可能？千寻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你等我一下。上次为了搞钱，还特意跑到虚空星界去抓魂灵兽。我明明有言出法随的本事，干嘛要花那么多功夫？出现吧，10万恒古币！怎么回事？说好的言出法随呢？没有魂力释放仙术我都理解，变点东西出来还不行吗？不用试了，用神纹是不可能变出恒古币的。西域大帝，你听得懂这句神文？好歹我也是帝王境的修炼者，比这个世界90%的修炼者都要强大。区区神文我有何不懂？恒古币是由众多大帝使用仙术制造而成，是有特殊仙术加密过的。如果能用神纹变出来，这东西还有什么价值？没想到精通神纹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。此话非也，神纹象征着实力。只要你精通神纹，得到恒古币的方式有太多了，是你鼠目寸光。本帝要是有你这样的神纹天赋，想要什么得不到。千寻，咱们不去斗兽场了，去拍卖会。怎么突然要去拍卖会了？你刚不是说要去斗兽场提升魂力等级吗？哎呀，这个嘛，兜里钱不够，先去拍卖会赚点钱。哎呀，这个好说，大小姐我借你点不就行了？坏了，出门的时候为了躲避抓捕，情急之下什么也没带出来。那好吧，本小姐就陪你去拍卖场看看。按照祁煜大帝所说，用魂力将超级好火球之术书写成册，这样的高品仙术拿去拍卖，起码能卖到10万恒古币。
虽然这对我来说只是多了2个字而已，但对众多修炼者来说已经是质的飞跃了，许多圣境强者都无法悟通。千秋，你干嘛要往脸上戴一个面具啊？你不是说我被通缉了吗？在拍卖会上有这么多人，要是我被认出来了，岂不是完蛋了？是吗？那你也陪我去买一个面具，我也要戴。怎么样，千秋，这个好看吗？挺可爱的。哎呀，干嘛呀？本小姐允许你摸我了吗？真是冒昧。大小姐，您这么多年的矜持去哪儿了？这小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？先生，这是仙术册吧？请您稍等一下。仙术册上的仙术有等级区分，我们需要鉴别一下。这个仙术册是何人要祭拍的？莫不是一位准地的强者？我不知道啊，古河大师，我只是天人境的修炼者，我没办法看穿外面那人的修为境界。不行，我得出现看看，到底是何方神性？请问您是这本仙术册的主人吗？是我。是这个东西不能寄派吗？我是第一次卖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您还给我吧，我这就走。怎么不能卖？当然可以卖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这本仙术册已经达到了超级高品的品质，您却要贩卖这本仙术册吗？要知道，在这个拍卖场，别说是高品了，就连中品仙术册都少出现。确定。这本超级高品仙术册，底价定为3万恒古古币。这些没用的东西都能拿上来拍卖，这个拍卖场也太低级了吧！夜神皇族的拍卖场要比这里气派太多了，拍卖的东西也和这里天差地别啊！各位，这个是来自药宗炼制的回魂丹，在战斗过后消耗了大量的魂力，服下它之后可以提高自身恢复魂力的速度。这个丹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这不就是上次消耗光魂力之后，沐雨曾经给我服用过的那个吗？如果说这回魂丹是来自药宗的话，永恒宗的沐雨又是怎么弄来的呢？这个东西不错，我打算拍下它，我出3万恒古币。你干嘛呀？这种东西没必要花钱买的呀。你修为境界还低，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好处。我拍下来送你一枚，关键时候你会感谢我的。哎，真是可惜了，好东西就这么让别人拍走了。这种回魂丹只是中品而已，药宗送给我们夜神家族的都是极品品质的。别灰心嘛，我刚才就想劝你别敬佩这个东西。你看这个，和刚刚拍卖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？这居然也是一枚回魂丹，而且绝对要比台上的高级。好家伙，你从哪儿弄来这东西的？这个嘛，就是我之前那个朋友给我的，你见过的。你的朋友是药宗的人吗？这种丹药不是只有药宗可以炼制吗？他不是药宗的人，但在药宗有个身份很高的朋友，应该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吧。我俩关系好，他就送给我了。看来他那个朋友身份一定非同凡响，竟然能赠送如此高品的丹药。这是他送给你的，在你消耗尽魂力的时候服下它，马上就能回满魂力，可以说是一个保命的东西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没关系嘛，你修为境界高，要是真有什么危险，你保护我就好了。我也用不上这东西。这是今天的压轴拍品，超级好火球之术。经过本鉴别师的鉴定，它属于超级高品品质的神文仙术。目前为止，在恒古大陆乃至整个修仙世界都未出现过这样的神文仙术。我宣布，仙术册竞拍底价为3万恒古币。什么？超级高品的仙术册？这在科沃城的拍卖会上还是第一次出现，就算是在那些数1数2的拍卖场中都很少见得到。是泰山宗好火球术的升级版，快通知我爹送10万恒古币过来，我一定要拿下它。没想到我随手一写的神文仙术，竟能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。我出5万恒古币，都别跟我抢！我出8万5千恒古币，老爹你往后稍稍。我出13万，
谁也别想和我争。我是泰山宗的姚飞，我出15万恒古币，还有人加价吗？是泰山宗的姚飞，他都拿出泰山宗压咱们了，谁还敢加价？是啊是啊，现在加价不等于是和泰山宗对着干嘛？15万恒古币成交，这本超级高品仙术册归属于泰山宗姚飞。哼，这本高品仙书我势在必得。什么情况？姚飞怎么也来这里了？我得赶紧离开这儿，免得被他认出来。这么些钱够我用一阵子了，快走快走！师兄，没想到在这个小城拍卖场里能捡漏一本超级高品仙术，况且还是你最熟练的好火球之术。一旦您将这个仙术学会，实力定然会上升一层。什么？这不就是上一次竞技场里那个叫做囚鸟的选手释放的仙术吗？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也来过拍卖场？这本仙术册的击拍者是什么人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拍卖会有规定，不能随意透露客人的信息。你确定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思考的机会。这个顾客也是第一次来拍卖场，他戴着白色面具，身边还跟了一个戴着猫耳面具的女士。至于他现在在哪里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在击拍结束之后拿了拍卖款就离开了。又是你，最好不要让我再碰到你，否则我必然将你大卸8块。千寻，咱们得尽快离开科沃城了。这里距离永恒山太近，已经有不少圣境强者来了这里。要是被他们盯上，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我倒是有办法逃脱，但是带着你就有些麻烦了。你知道门第是什么人吗？你是说在百宗大会上支撑诛仙殿的那个门第吧？是的，感觉他的实力很强，连3位老祖都忌惮他。在300年前，这个门第可谓是最强大的几位帝王境大帝之一，达到了帝王境这个境界，在修为境界上已经达到了上限。要继续比较实力的话，自然只能看他们的炼体与魂力等级。门第已经达到了圣体末期，他这具炼体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，叫做空间之体。空间之体带给他的能力是，只要他所目睹过的地方，就可以在那里打开一扇门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将这个能力开发到了极致，创造出了一个独立的空间，人们称之为门界。门第很少出现在大陆上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门界当中。如果将来有机会和这个门第战斗，只要听到他用哪一句施展仙术，岂不是可以复制他这个特殊能力？诛仙殿的宗主能让众多修炼者直接晋升圣境，假以时日，他们再次出现时，恐怕会成为整个修仙世界的第一宗门。不可能，那只是一个他招募修炼者的噱头罢了，他不会无限次使用那个神文禁术的。为什么？难道还有限制吗？神文禁术这个东西没有多少人知道，我也是在一本古籍上看到的，那是上古神明使用的仙术，但由于禁术过于残暴，所以被众位神明禁止使用了，并且一旦频繁释放神文禁术，就会引起神明们的注意，加速天灾的到来，而且被神明注视的次数越多，天灾时神降的神明就越多。一旦超过修仙世界大帝们的抵御程度，整个修仙世界都会沦为神明的养料。他若想壮大自己的实力，就别不会滥用神文禁术，因为那也会加速他的死亡。千秋，你先找个地方住下。我想起来，我在金汉城还有一位朋友，我去拜访他一下。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。虽然这里的圣境强者没有科沃城多，但留在这里还是很冒险的。哎呀，不嘛不嘛，我们都好久没见了，好不容易路过这里，我就去见他一面嘛。那好吧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那你就在这附近乖乖等我哦，我快去快回。这便是那人屠杀了整个宗门的地方吗？没想到仅凭一己之力，居然能做到这一点，真是恐怖啊！在这里居然能遇到永恒宗那位神子，不过听说昨夜他已经成为了通缉犯，有趣。
这几日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每一个天赋异禀的修炼者背后都站着一位大能？罢了罢了，先放他一马，日后再做打算。祁煜大帝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儿找你。怎么样，小鬼？我给你出的赚钱法子还不错吧？不错是不错，就是书写仙术册，几乎能花费我所有的魂力。我恢复所有魂力要好长时间，太不值当了。这是因为你只是猎魂中期，魂力不足导致的。等你达到魁魂等级，魂力会远远大于现在，届时便不用担心魂力不够用了。你给我的幽冥九转诀，我已经试着修炼了，但这功法实在诡异。曾经我修炼一本功法只要几分钟，最多几十分钟，可这本功法的第一转，我修炼1晚都没能悟透。那是自然，若是谁都能轻易修炼成功，这修仙世界炼体体质达到圣体的修炼者，岂不是满天飞？不过嘛，这些年老夫在休眠中也无事可做，对幽冥九转诀也有自己的了解。若是你觉得修炼困难，老夫倒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太好了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快教教我该怎么做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听不到你施展仙术的声音？达到圣境之后，修炼者会具备一项低境界者没有的能力，叫做晋升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修炼者在施展仙术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。这不就是针对我才研发出来的能力吗？难道这个世界还有反作弊系统？你召唤出来的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灵草，是老夫还没有变成这副样子时搜集的。他们对你修炼幽冥九转诀有不小的提升。不过嘛，你想修炼得更快，靠这些药草迟早也会达到瓶颈。除非什么？上一次在宗门大战的时候，你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些失控吧？是的，当时我觉得都快控制不住身体里那股洪荒之力了。幽冥霸体很少有人使用，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。幽冥霸体需要依靠更多的奇异炼体来为自身提供能量。若你每次修炼幽冥九转诀时吸收1具甚至几具达到苍穹境，并且拥有仙体及以上炼体的修炼者躯体，那么你的修炼进度便会大大加快。也就是说，想要成功修炼幽冥九转诀，需要大量的特殊炼体，这可真是难上加难啊！直接将幽冥霸体和长生中进行了融合吗？是本地未曾设想的道路。